重生成一条蛇，却发现自己被泡成了药酒。罐子里除了我，还有其他几位炮友。看样子泡酒之人是要把我们炼成5毒酒。正想着怎么逃离这里，顿感一阵饥饿袭来，没办法，我只能将目光看向早已死亡的众多炮友，强忍恶心将他们吞下，却意外觉醒了吞噬进化系统。只要吞噬就可获得能量点，而能量点可以增加5项属性，属性加满后就可以晋级。虽然系统将我的毒液强度增加了5倍，可眼前这个大酒缸依旧逃不出去。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来，我立刻躺下装死。这人盯着酒缸，奇怪为什么只有一条蛇？不过明天就是交货的日子，他只能再加4个炮友进去。就在男人打开盖子的瞬间，我一口毒液喷上去，迅速向大门处游走。我消耗1点能量，打开系统雷达，外面是一片居民区，1公里外是属山脉，只要逃到那里，我就彻底自由。但中间隔着几条主干道，我只能等天黑再悄悄行动。于是我先躲进旁边的密林里，杀猪般的惨叫吸引到周围邻居的注意。10多分钟后，几个消防员带着2条搜救犬来到了现场。众所周知，搜救犬的鼻子很灵敏，我连忙扭动身躯，向着一处地洞钻去。进来后，我发现里面有只同类，虽然我很想吃了它，但背锅侠的身份现在更适合它。我喷出毒液，将它麻痹，一点点地拖向洞口。片刻之后，随着一阵阵狗叫声，只听外面大喊：“抓到了，抓到了！”渐渐地，周围安静了下来，我就知道危机暂时解除了。等到夜幕降临，我立刻钻出洞口，看着远方的山脉，腹中再次传来饥饿。不过不远处就有一只老鼠在活动，可蛇类这种囫囵吞枣的进食方式让我十分不适，心里想着要是有牙齿就好了。每10点能量只可兑换1点进化值，只要获得足够的进化点，就能兑换想要的器官。看着系统商城的改造方案，说不定自己能进化成传说中的龙啊！不过这些方案现在都是我可望不可及的存在。经过8小时的狩猎，我获得400点能量值，转换成40点进化点，加满5项属性后，我迎来第一次晋级，进化成功，宿主当前境界野兽2级，满10级可进阶为异兽，后续还有兽兵、兽将、兽王3大境界。明白境界之分后，我来到马路边，打算横渡过去。此时我已踏入深山之中，2天行程下来，腹中早已饥肠辘辘。我打开系统地图雷达，发现不远处的山洞中藏着一处蛇窝，而且它们正处于冬眠状态。我悄悄靠近，一口一个小蛇，直到将这100多只辣条吞下。我获得足足90点进化值，这已经够我晋级2次了。我找了个安全的角落，连升2级。不过却发现自己只剩5年的寿命，但5年内突破到兽兵就可以增加10年寿命。第2天，我下水洗了个澡，正在岸边晒干自己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鹰叫声，自己显然成了老鹰的捕猎对象。我当下心中有了主意，虽然我不能飞，但是我有3D 雷达，我死死盯着雷达中老鹰的一举一动。见我没有反应后，老鹰一个俯冲向我扑来，就在它离我还有5米远时，我一口毒液喷出，覆盖在它的眼睛上，然后死死咬住老鹰的脖子。它到死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如何被反杀的。吞下老鹰后，我突然有一种危机感。我再次打开雷达，发现了几个蓝点。雷达中红色代表极度危险，蓝色代表有点危险，黄色是旗鼓相当，白色则代表着毫无危险。虽然不清楚蓝点是何物种，可我还是觉得保命要紧。1公里外，几个汉子正带着2只猎犬四处搜寻。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很快来到一处河边，而我躲在灌木丛中也发现了他们，是5名捕蛇者，而且装备齐全。通过对话，我得知他们接了某生物研究院50万的悬赏抓一条蛇，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我明白只有逐个击破才有胜算，毕竟我前世也是一名捕蛇者，深知他们的套路。看着其中一人有些掉队，我立刻冲出，咬住他的手臂，释放出毒液后，我转身藏入草丛中。前面的几人对着我消失的地方砰砰就是2枪，散弹枪射程有限，远距离被打中，除了有些疼痛，连鳞甲都没有破开，留下1人照看伤员，剩下的3人立刻追了上去。2只猎犬速度最快，我溜着2只狗消失在密林之中。等捕蛇者发现2只狗早已没了呼吸，他们气急败坏，扬言一定要活剥了我。等3人继续向前走去，我紧盯着最后1人，再次偷袭得手后，我消失在一棵树后，其中1名汉子当即就要冲过来，却被另一人喝止：“你去送死！那畜生明显已经有了灵智，就是要将我们逐个击破。”那人冷静下来，立刻帮伤员处理伤口。可就在这时，远处2声枪响过后，又传来1声惨叫，顿时2人面如死灰，萌生出退役，5人被重伤，3人再不离开，恐怕会全数交代。看着被我重伤的2人，我突然发现散落的急救包旁有一颗红色的果实。看到果子，我突然有种想要吞下的冲动。我立刻用系统扫描果子，血灵果，一种蕴含大量灵气的奇异果实，吞噬后可获得1万点能量值。我当即大喜，叼起果子，但这里明显不是吞噬之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才行。可就在这时，刚才被我重伤的1人艰难地举起枪瞄准了我，好在那人意识不清，只有3颗钢珠从背部划过，感受到钻心的疼痛，我连忙逃离这里。此时，另外没受伤的2人也回来了，害怕他俩追来，我一头扎进湖里，强忍着剧痛游了几百米。不知过了多久，我看到一个漂浮的竹筏，确定四下无人后，我爬上去陷入了昏迷，嘴里的血灵果也被下意识地吞下。虽然肉体陷入了昏迷，可我还保留着一丝意识。不知过了多久，前方出现一艘渔船，我顿时感觉不妙，暗叹道：“无命休矣啊！”阿爹，爷爷，你们看，我们家的竹筏上有条大蛇。
我趴在竹筏上，伤口失血太多，像昏死过去。可我还留着一点意识。湖上有艘渔船靠近，一个30多的大汉在开船，老头拿着铲子撒鱼饵。他们顺着小女孩指的方向看过来，倒吸一口冷气。我心里发紧，这刚出虎口，又进狼窝，我动不了，像案板上的鱼肉。可他说要救我，我心里一酸。渔船贴到竹筏边，大汉拿棒子碰了碰我，我没反应。看着伤势，显然是猎枪干的，伤痕不算太深，可伤口面积有些大，加上过久的浸泡在湖水里，感染了伤口，必须抓紧时间救治。爸，那他这伤还能治疗不？小女孩伸手摸我，你这孩子小心点，这可是大蛇，不是那些阿猫阿狗。阿贵，万物皆有灵，蛇虽然是冷血动物，可它也是有自己准则的。我们这是要救它，不是要害它。小芳摸一摸，不会有事的。老头踩上竹筏，摸了摸我的脑袋。蛇啊蛇啊，我们这可是要救你，你可别抱起伤人啊。我只能在心里说，这份恩情来日必报。小芳，拿个麻袋给我，还是把他的头套起来保险点。小芳递来装鱼饵的袋子，老头把麻袋套住，我的蛇头捆扎好放在7寸处。父子2人把我弄上渔船，放进暗舱。刚醒时，除了小芳，其他人都很怕我，可慢慢发现我不攻击，也就接纳了我。这7天里，我一直忍着没用这些净化点，一来在养伤，二来也怕我突然进化会让这家人不安。别人救了我命，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大黑，开饭了。门被推开，小女孩阿芳提着一只拔了毛、抛了内脏的鸡走进来。大黑，我翻了个白眼，这名字听着像叫阿猫阿狗的，可我现在也只能认了。我一口接过他手里的鸡，慢慢吞下去。小芳摸了下成龙身上的伤疤，我没躲。几天休养和服药后，伤都好了，只留下几道疤。吃着处理过的肉，我一度想要不要就住在这里算了。可一想到我只剩下4年多的寿命，这念头就压下去了。我得活下去，想活得久，就得往更高的境界走了，那就必须有实力。不过该怎么离去呢？他们没把我关进笼子，可我在院子里一间单独的小屋，窗户也紧闭，我又没手脚，门窗都打不开，看样子只能先和阿芳打好交道，慢慢找机会出去。湖泊那边，阿贵和老汉投完鱼饵准备上岸。爹，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把那大蛇给放归野外了？长期收留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情啊。老汉点头，理是这么个理，主要是怕小芳那丫头伤心。你等会儿回去做做她的工作吧。行，这2天寻找个机会把她放归山林里去。这时山林里10个人牵着5只猎犬在搜，为首的是刀疤脸老刘，他们包得严严实实，猎枪人手一把，还有麻醉枪。刘哥，你说那畜生真有这么厉害？你小子要不信邪，可以去看看老吴他们的下场，生死不知呢。那人赶紧说，我信我信，万一那家伙真的是异兽，我们的策略也就得加以调整，不是吗？有人接话，捕捉一条普通的毒蛇和捕捉一条异兽，毒蛇可是2个概念，因此丢了性命却得不偿失。老刘咬牙说，你放心吧，那天老吴一枪打在了那畜生身上，使得他受了重伤，一定在这湖泊附近进行养伤。雇主说了，抓活的100万大虾币，死的30万。他又道，这次的金额我1分也不要，必须找到那畜生，然后给他来上几枪，以泄我心头之恨。没问题，反正只要不弄死他就行，毕竟活的比死的价钱高。我吞完鸡后，一点点朝敞开的门缝爬过去。大黑，你想要出去？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我抬头看着面前的阿芳，愣住了。是我啊，大黑，我是小芳，就在你面前。你能和我精神联系？我更疑惑了。叮，检测到宿主与女孩小芳结成精神神交，属性栏发生变化，增加念力属性，念力属性足够高，达到80点初始值，领悟出技巧就能进行精神沟通，念力值达到100点，领悟一定技巧就能形成灵魂威压和精神控物，念力越高，灵魂威压越强，可操控的物体越大越多，越持久。精神神交，什么鬼？我盯着阿芳，心里更好奇了，难道除了动物异变，人也会变吗？嘻嘻，终于有动物能和我进行完整的精神对话了。小芳见我回应了精神联系，很高兴，笑着看着我。她说刚刚忽然和我多出一股联系，很亲近。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猜和她从小精神念力强有关。我问，终于，难道你之前就和很多别的动物进行过精神联系？是啊，不过它们没你聪明，只能大概听懂我的话，无法这般正常的精神对话。你是第一个和我深入交流的。他蹲着直勾勾看我，我被盯得不自在，就消耗能量值，用火眼金睛看他的基础属性：种族、人类、状态、幼崽、境界、野兽9级，极限力量12，极限身法6，极限体魄13，技能精神沟通赤子之心。我靠，这小丫头的念力即将破100啊！难怪能和自己建立精神神交，而且还有2个技能，尤其是赤子之心，非至善至纯的人不可拥有。我想到以后免不了和人类打交道，有他在，说不定能当个桥梁。我也不想和人类为敌，我的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斩草除根。小芳见我没反应，嘟着嘴。大黑，你怎么不说话不理我了？我说没，
我就想出去晒晒太阳。他摸了摸我的脑袋，一蹦一跳出了门。我也溜出房子，怕再吓到人，就顺着横木爬上屋顶，盘在上面晒太阳。我现在能走，但他们救了我，我不想不告而别。小芳还和我建立了精神缔约，让我多出个念力属性，这也是一份因果。我也不能走。先不想这些，我打开属性面板，宿主成龙，种类眼镜王蛇，境界野兽，下一位阶异兽，分为兽兵、兽将、兽王3大境界，等级4。15项基础属性全满，可晋级下一级。体长3.9米，体重500公满，剩余寿元5年，突破到兽兵级可以增加寿元10年。极限力量30+401点属性增加1点攻击力。极限身法38+401点属性增加移速每秒。尼玛！极限念力50+401点属性增加1点，灵魂威压与10米距离。能量10100点，保湿度20%，保湿度满后无法再获得能量。消化速度1000%，吞噬猎物后12小时内清空其保湿度。技能毒液喷射2，10。晋级下一级，消耗200点净化点，毒素免疫1，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系统，所有能量值转化为净化点，能量值清零，净化点变成了1010点。先不说别的，把等级先提升上去再说。晋级。叮，宿主晋级成功，属性面板发生变化，请宿主注意观察。半个多小时后，我把等级提升到了野兽10级。宿主成龙，种类眼镜王蛇，境界野兽可进化兽兵级，需要大量灵气维持，周围灵气不够。等级10，时需突破。体长9米，体重207公斤，剩余寿元5年，突破到兽兵级可以增加寿元10年。极限力量100，1001点属性增加1点攻击力。极限身法100，1001点属性增加移速每秒。你极限体魄100，1001点属性增加1点恢复力。极限护甲100，1001点属性增加1点防御力。极限耐力100，1001点属性等于1分钟持久输出。极限念力100，1001点属性增加1点灵魂威压与10米距离。能量0点，净化点618点。灵气不够，不是说灵气开始复苏了吗？我愣了一下，也没在意。我一连进了好几级，浑身虚脱无力，只想眯眼睡一觉。这种疯狂升级的行为真的太累了，也太酸爽了。咦，那是什么？阿贵父子俩回到家门口时，老汉第一眼就看到了蜷缩在小房子屋顶上的我。好大的蛇啊！啥时候家里出现了这么大的蛇？阿贵顺着父亲的目光一看，吓了一跳。不对，这家伙怎么这么眼熟呢？父子二人拿着手里的家伙时，小心翼翼靠了过来。这时，小芳从屋里跑出来，高声喊道：“老爸，爷爷，你们回来啦！”别过来！阿贵立马喊道。小芳止住脚步，看清屋顶上的我，惊呼：“大黑，怎么才半小时不见，就变得这么大了？”那是大黑。父子二人一连忙。小芳点头：“对啊，我刚刚还和大黑交了个朋友，他说他想晒晒太阳，我就打开房门放他出来了。”阿贵还是不信：“怎么可能？那家伙才多大？眼前这家伙又有多大？不会是被他吃了吧？”老爸，你注意看他身上的那伤疤啊！小芳指着我一侧。老汉点头：“没错，那疤痕是老夫亲自上药的，这就是大黑。”他们说话时，我也被吵醒了。睁开眼，就看到3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我。小芳第一时间问：“大黑，你没事吧？怎么半小时不到就变得这么大了？”我回他：“没事，估计是你给的那鸡太好吃了，才长大这么多吧。”小芳白眼一翻：“你这家伙居然还会开玩笑，不说就不说吧。”哼！我只好说：“好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大，以后我知道了再告诉你呗。”他不再追问，我却有些黯然，也不知道父母现在如何。阿贵松了口气，却又紧张起来。我看得出来，他担心我的体型，心里一叹，我终究是条蛇，不是个人，深山老林才是我的归处，想办法报恩后就离开吧。这时老汉对阿贵说：“阿贵啊，这几天山林下的菜地老是被野猪破坏了，我们得想个办法把那家伙弄走才行啊。”阿贵皱着眉：“爹，野猪那玩意恐怕要猎枪打才能对付。我家是养鱼的，又没那家伙事，关键是政府也不允许打，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出好办法。”老汉说：“你们年轻人不是会上网吗？去网上查查，有啥办法可以驱赶走野猪不？”听到野猪，我有了主意，就和坐在旁边的小芳精神联系。小芳，告诉你父亲，就说我愿意帮你们弄死那野猪，算是报答你们的恩情。小芳一愣：“你帮我们捕杀野猪？你确定你能弄掉那家伙？”我回他：“没问题，我正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一家子的救命之恩，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小芳立马对阿贵说：“老爸，大黑说他能帮我们对付野猪。”阿贵一脸诧异：“你说什么？大黑要帮我们弄死野猪？”他摸了摸小芳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老汉也吃惊：“孩子，你确定大黑蛇说他要帮我们对付那野猪？”小芳点头：“没错，大黑就是这么和我说的，不信你们问他啊。”在他们的目光下，我微微点了点头。
再三确认我能听懂人话后，父子二人对望了一眼。最后，阿贵说：“那就有劳蛇仙了。蛇仙。”我微微一愣，我可不是蛇仙，这个世界有仙吗？我也不确定。在我看来，仙也好，神也好，不过是对一些力量强大的生物的叫法。只要我够强，别人怎么叫都无所谓。既然决定帮这个忙，我就准备去湖岸边的菜地看看。野猪我也了解，一般3、5成群，多的有10来只，清早和黄昏出来，白天多躲在灌木丛或者山洞里，一般人很难找到。可我有天眼地图，只是问题是，我刚才把能量值都换成进化点晋级了，现在没剩多少能量值用来侦查。正巧屋檐下有只老鼠躲在杂物后探头，我身影一动，飞快冲过祖孙3人面前，不到1个呼吸就到10几米外，一口咬住那巴掌大的老鼠，叮叮吞噬老鼠1只，获得能量值20点。我靠，好快的速度啊！这他们都被我吓住了，我也没管他们，蜷起身子，开启天眼地图。哇，大黑，你的速度真快啊！小芳回过神来，走到我身边，摸了摸我的背。那阿贵见他靠近我，心里一紧，别担心，他没有恶意的。老汉拍了拍他的胳膊，我现在晋级异兽缺条件，剩下的进化点就用来提升技能。叮，消耗200进化点晋级毒液喷射，是否确认？我回答确认。叮，毒液喷射技能晋级3级成功，当前喷射距离6米，毒液强化增强到10倍效果，下一级需300点进化点，当前剩余进化点418点，是否继续晋级？继续。叮，毒液喷射技能晋级4级成功，当前喷射距离12米，毒液强化增强到15倍效果，下一级需400点进化点，当前剩余进化点118点。我看着面板挺满意，我还剩118点进化点，又看了看别的技能，最后盯上天眼地图。叮，消耗100点进化点晋级天眼地图，是否确认？确认。叮，天眼地图晋级2级成功，侦查范围提升到方圆2公里，生命活动轨迹可以提供小范围物种搜索功能，消耗10点能量值即可搜索制定物种在侦查范围中的准确位置，持续时间2小时。注意，不是目标准确搜寻，是物种搜寻。我看着这功能，心里一喜。我看了眼太阳，决定现在就出发。丫头，我去帮你们猎杀那野猪了，你就在家等我的消息吧。我给小芳传音后，冲出门外，消失在他们视野中。爹，我们这是遇到异兽了，应该是异兽无疑了。这些天新闻里也不是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异兽袭击人类的事情吗？还好，我们刚开始对这位就没有恶意，且救了他的性命，这才平安无事啊。阿贵，丫头，你们记住了，关于这位的存在，我们必须小心谨慎的对待，以真诚之心和其相处，而且要严格保密，绝不能和山下那些碎嘴的家伙说出这件事，明白吗？知道了，爹。知道了，爷爷。我溜出院子，来到湖岸边的山脚下，四周没人，就开启天眼地图，开始搜寻附近的野猪。猪猪们，我来了。我一路来到山脚下，将近下午3、4点，太阳偏西。我打开天眼地图，消耗了10点能量值，上面出现了很多白色小点，却没看到我想找的野猪。以自己现在的实力，似乎除了异兽级的存在能对自己造成威胁，其他的几乎没有自己一回合之敌啊！我看着地图，之前显示为红色小点的人类，现在也只是蓝白相间的点。我也明白，人能用武器，一旦装备特制武器，对我还是有些危险。这也是系统给我的提示。我看向前面的菠菜地，沿着湖岸下的山脚，差不多1米地，最宽10来米，绵延近100米。我决定在这里守株待兔，守菜待猪。这个季节野猪不容易找稳定吃食，我不信他们会放着这菜地不管。我慢慢游到菜地上的山林里，找地方藏好身子，蜷缩成一团不动，盯着天眼立体地图。时间过去，温度慢慢降了，我却没理会。我现在是野兽巅峰层次，即将异变，身体不太在意这点变化。我已经好久没饱餐一顿了，今天就拿野猪开荤。咦，那是一阵冷风从身后吹来，地图上出现了10个蓝白相间的小点。有人从远处来了。我看向远处山林，那10个人里居然有2个老熟人。凉席皮，阴魂不散，居然还有胆子来。我意识到他们明显是朝我来的，他们每人一把猎枪，还带着5条猎口。这一次绝不能再让你们活着离开了。上次要不是我大意，他们5个就已经命丧山林，斩草未除根，终究带来隐患。可惜我不再是当时的我，你们也不是之前的你们了。我朝2公里外的他们快速爬行过去，必须引开他们，不能在这里解决，免得给小芳一家子带来麻烦。我靠近时，听到他们说话：“老刘，我们这都搜寻了这么久了，也没找到有关那畜生的蛛丝马迹呀。会不是上次老吴的那一枪已经让他身受重伤，濒临死亡，到了现在，早就死在湖里喂鱼了？”急啥？那畜生狡诈如狐，岂是这么容易死去的？我能肯定的是，他绝对受了伤，而且伤势严重。不过，要说那家伙死了，我坚决不信。那畜生绝对是隐藏在湖岸边的某一处疗伤，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他。说话的人闭了嘴，默默观察四周。5只猎狗出发前闻过我被打下来的蛇里，可他们搜了大半天没结果，也耷拉着耳朵，被人牵着走。汪汪汪汪汪！走在最前面的一条狗突然狂吠，其他狗也跟着狂吠，人群立刻警觉，猎枪举起来戒备。老刘和钱老四更是紧张，大家小心点，不要再重蹈我们上次的覆辙了。放心吧，老刘，放松点，我们这么多老猎手，还有5条经验老道的猎犬，还能对付不1条身受重伤的毒蛇。狗老五，
别轻视了那畜生。上次我们几个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如何？还不是阴沟里翻船了？你要想去 ICU 躺着，就大意轻敌吧。很快，我出现在他们前方200米处，抬起1/3的身子，虎视眈眈盯着刀疤脸、老刘和钱老四。我靠，巨蟒，而且还是眼镜王蛇巨蟒，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眼镜王蛇？我冷冰冰看着他们，他们的脸色都变了。其余8人这时也信了老刘的话。不对，不是那畜生，那畜生没有这么大。难道这是之前那蛇王的父母前来为自己的子女报仇了？仇人相逢，拔刀相向。先解决他们中一个人再说。引起了怒火后，这些家伙肯定会锲而不舍地进行追击。我见几人愣住，立马启动极限冲刺，身影窜出，锁定人群里的刀疤脸老刘。这次他们戴了手套，显然是有了戒备。不过没关系，现在的我比1周前强。我的毒液强化后，不需要咬人，也能腐蚀衣服，融入皮肤，在数秒内麻痹神经系统。我不需要靠撕咬注入，但喷射会浪费毒液，能不用就不用。小心！有人喊了一句，可我已经到了老刘跟前，精神压力下，他站着发抖，腿动不了。我迅速缠上他的身体，张开嘴一口咬在他肩膀上，隔着衣服，毒牙也穿透进去，毒液注入。钱老四举起猎枪想开枪，却被同伙拦住。老刘就在中间，你想要他死啊？钱老四只好放下猎枪，那5只猎狗也不敢靠近，其中最大的一只想扑来，我甩尾抽过去，它飞出去砸在树上，又掉到地上。我松开咬住老刘的口皮，抬起头，在我的挤压下，他面如土色，奄奄一息，我还能听到他肋骨断裂的声音。我张开大口对着几人嘶吼，精神力掀起气浪，压过在场的人。他们放下猎枪，捂着耳朵抱着脑袋，脸上痛苦，甚至有人眼鼻口渗出血，发出哀嚎。我也没想到精神力会这么大，局面一下就在我手里，剩下4只猎狗也倒在地上昏迷，口吐白沫。既然如此，我改变计划，本来踏离小方家境会惹麻烦，但转念一想，深山老林里把这些人弄死在这里，10天半月也未必有人找到，那就无所谓了，一个也不能放走。我趁他们头晕目眩时，身体如同魅影，对着所有人的脸喷射毒液。很快，哀嚎声断断续续的消失，短短1-2分钟内，毒液夺走了他们的生命。为了保险，我又在每个人脖颈上咬了一口，注入大量毒液，随后一个个缠住他们的身体，直到每具尸身都发出骨骼断裂的声音才罢休。这一次双重保险之下，我就不信你们还会有活口。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我又检查他们身上有没有摄像头、记录仪，把背包撕开清查，背包里只有食物、水、扎带、酒精等医疗用品。可惜这些玩意自己真的用不着。我不由摇头，我已经是条蛇，人类的东西没什么用，尤其那10把猎枪，丢在这荒山野岭也可惜。或许这玩意给小芳他们一家子用得着，毕竟现在不是说像自己一样的野兽一扁，灵气复苏吗？万一以后遭遇变故，也可以做防身之用。我想到，赶走猎杀几只野猪，肯定不能偿还救命之恩。这些东西我用不着，带回去也许关键时刻能救命。我是有仇必报、有恩必还的一个人。想法归想法，可该怎么弄回去，我也没辙。我不像别的穿越小说主角，有什么系统空间、储物戒指，能轻易收放东西。我的胃部空间是增大了10倍，可也不能把这10把猎枪吞到肚子里。真怀念有手有脚的生活。这变成蛇，不仅只能爬行，吃个东西也是生吞，茹毛饮血啊。好好这阵子也慢慢习惯了。我看着眼前的猎枪，有点无奈。还是算了吧，自己必须得加油，准备进化成异兽，多多的储藏进化点，说不定到时候系统会出现什么新的功能，里面就会有储藏空间也说不定。我又把目光看向那5只猎狗的尸体，吃人我做不到，不过吞食猎狗我没压力。能量啊，蚊子再小也是肉。我张开大口，咬住那最大的猎狗，慢慢吞噬起来。叮，吞噬猎犬1只，获得能量值80点。叮，吞噬猎犬1只，获得能量值75点。叮，吞噬猎犬1只，获得能量值70点。叮。饱食度达到100%，无法再获取能量值。我吞完5只猎犬，打了个饱嗝，腹部微微鼓起，但不影响行动。好了，该去下一步干活了。我朝来时的方向爬回去，却没在菠菜地旁边守着，而是找了个位置蜷起来，打起盹。我分出一点精神力，盯着天眼地图，只要野猪群出现，我就毒液喷射，随后绞杀。时间过去，太阳都要下山了，菠菜地边上还是没有野猪。我不急，耐心等着。我知道野猪傍晚会出洞，可猎食会远离洞穴，不到夜黑，它们基本不会出现在猎食的地方。我找了棵较高的树，慢慢爬上树冠。月亮升起，繁星闪着光。我想着自己到底在之前的世界还是平行世界，这里的人还是黄皮肤黑眼睛，科技水准大致和前世无二，人类话语我也听得懂。可作为一个人活了近30年，一下子变成蛇，我心里还是难以接受。孤独，还有一种未知的恐惧。我也渴望交流，渴望得到帮助。人终究是群居动物，离群所居只会让你丧失理智，兽性大发，变成彻底的野兽。所以小芳能和我建立起精神交那一刻起，我从潜意识里就把她当成了这一世最亲密的人。她不会存心对我不利，我想牢牢抓住，再也不放手了。身体变成蛇，可灵魂上我终究是个人。我不想有一天散失做人的灵魂，变成只会吞噬杀戮的怪兽。夜晚的森林热闹起来，各种夜行动物开始活动。就在我都准备睡上一觉时，远处大地传来轻微震动，天眼地图上2公里处出现一个蓝色亮点。
我立马打起精神，这半夜三更的原始森林里，总不会有人类到来吧？我连忙把那个蓝色小点拉进侦查，顿时吓了一跳。一只巨大的野猪出现在天眼地图中，几乎和我一样，属于同类野兽中的巨兽。它体长至少2米以上，肩高不下于1.23米，肥壮的身躯像小山，每一次落脚都留下深深的脚印。不会和我一样，都是即将变异的巅峰野兽吧？我心里有点玄乎，也有点小兴奋。那大野猪无视树杈和灌木，横冲直撞，目标只有一个菠菜地。这是个劲敌，我明白想对付它，我得想点办法。我盘在树干上不动，等它接近我的视野。只有用火眼金睛分析出基础数值，我才能制定击杀计划。大野猪丝毫没感知到前方有条巨蛇准备袭击它，滴溜溜的眼睛在黑暗里放着红光。自从意外误食一枚半青半红、拳头大小的灵果，它食量变得惊人，个头也飞速成长。其实它现在不过1岁。原本猪群有7、8只，现在只剩它一个，其他的都进了它肚子里，其中就包括生育它的猪妈。很快，我的眼睛看到了从灌木后冲出的野猪王。火眼金睛，我毫不犹豫用出看家本领。我倒要看看你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种族野猪，境界野兽，10级，体长2.5米，肩高1.4米，体重 Linear Doctor Gam， 极限力量105，极限身法19，极限体魄76，极限护甲79，极限耐力55，极限念力15，技能横冲直撞。我看着火眼金睛带来的数据反馈，这家伙不赖，叫野猪王也没错，力量105，比我还高。不过他身法和念力都不到20，我只要注意不被他冲撞到，就能慢慢收拾他。来，小猪猪，别急，就先让你悠闲地享受生命里最后的几分钟。我顺着树干一点点往下滑，按他的路线会从我这棵树下经过。这么大个头今天吃不了，也能留着明天吃，让小芳他父亲阿贵帮忙处理，大不了分他们一半。茹毛饮血后还要反吐骨头毛发，太费劲了。但为了晋级和活着也只能这样。我盯着他的行动，心里想着方案。他皮糙肉厚，最好用身法压他，等他暴怒。野猪进了暴怒，基本不死不休。要是我没到10级圆满，各项属性没到100，我也不敢碰他。我也想过用毒液喷射，但他皮厚，未必伤得重。等会先偷袭试一下，不行就皮底。野猪王甩着短尾巴，哼唧哼唧，一路往菠菜地去。他视力差，几乎不抬头看。他刚到树下，我动了，我一口毒液对着他的眼睛喷射过去。只有这里最致命，虽然我在树干中间，离地3、4米，但从上往下喷还是很快。毒液落到他脑袋那一刻，他毛发竖起，停在原地找来源。我趁机加大剂量，哼哼哼哼哼，毒液流进他眼眶，剧痛让他暴跳，直接撞在旁边一棵树上。碗口粗的树被他一撞就断了，轰然倒下。他开始狂暴，灌木树干都被他扫翻，尘土飞扬，一片狼藉。我暗暗心惊，我靠，还好没有选择近身。这家伙狂暴起来，哪怕自己护甲达到了100点属性，恐怕也会受到内伤吧。我又往树冠爬升了2米。不过话说自己这加强版的毒液也真猛，这么大一只野猪王，居然这么快就有反应了，其这么剧烈，不愧是蛇毒，挣扎吧，展现你生命中最后的光芒吧。我死死盯着他，神经麻痹，毒素开始起效，他晕头转向，站立不稳。他又撞倒了附近5、6棵小树，终于轰的一声倒在地上，嘴里哀嚎不断，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虚弱。原本还想着如果毒液不行的话，就只能用皮地之击，看样子现在不需要了。不过这家伙的生命力还真是顽强，比起那10个猎人，起码还挣扎了这么久。我在心里悠悠地说道。清晨，阿贵带着几个相熟的村民上了湖边后山。我说阿贵啊，真有那么大的野猪？你没骗我们吧？我说大勇，你要是不信，可以不跟来啊。都问了一路了，我都回了好几遍了，真的不想和你说了。山路难走，灌木丛又密，村民一边开路一边走。现在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些老人，村子里的房子比人多。你还别说，现如今这深山老林里各种稀有保护动物都变多了，说明环境好了，有大一点的野猪也不足为怪。大勇又问，我说阿贵啊，你是怎么发现的野猪的？现在这深山老林的，换作是我一个人进来还有点发怵。而且最近电视里也经常说各种异兽出没，你这家伙胆子真大啊。运气，我这不是山下的菜地，总是被野猪破坏吗？阿贵说，意外地发现了那只刚死不久的野猪王，打眼一看，估摸着不小于500斤，这不才让哥几个一起来帮忙吗？我家老汉现在不比当年了，我一个人又搞不定。我趴在小芳家2楼的房间里休息，为了不吓到别人，我百般无聊地看着电视，小芳陪着我。本台新闻最新报道，近日在南海大陆架上有潜水水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超级骨架，从骨架的外观上看，有点像传说中的巨人一族。此骨架整体身高在10米左右，长有4只手臂，其骨骼金属化，非常之坚硬，却没有头颅，胸前肋骨上还插着一把不明材质做成的巨剑。南方航海局已经派遣专业的打捞队前往现场勘察，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史前传说中的外星文明或许就在我们身边，神话中的那些传说生物未必是假。随着现在异变的生物越来越多，全世界都有异兽的踪迹，或许不见，我们人类将迎来全新的文明时代。我眯着眼看着画面，4臂巨人族，神秘的巨剑，有点意思，这个世界越来越有意思了。我吐了吐信子，异兽和怪事越多，我就越不显眼，这样我就有机会慢慢变强。小芳看着我，大黑，怎么现在你们这些精怪异兽都出来了？
还有什么灵气复苏？这个世界真的要变天了吗？我真的有些怕怕的。别怕，我和你不是朋友吗？万一变天了，到时候我来保护你。我相信你。等我以后有力量了，不仅要保护大黑，也要保护我阿爸阿妈和爷爷他们。他点头，把我的头拉过去抱在怀里。我心里一动，这小家伙就冲你这么信任我，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半个月就过去了。我原本打算进深山找灵气足的地方突破，却被小芳一家挽留，在这里又秘密待了这么多天。小芳的父亲阿贵态度变了很多，不但每天弄鸡鸭鹅这些肉食给我吃，我一有要走的意思，他就挽留得很急。这半个月里，电视网络里异兽袭击人的事越来越多，各种奇异的地方也不断出现，就连村里一些猪狗鸡鸭也大量出现红眼睛，互相攻击，还袭击人。我也感觉空气里那股神秘气息更浓了，一呼一吸都有种狂暴的力量让我全身发热，想要发泄出来。我靠，理智压住了，不然我可能也会像那些普通野兽家禽一样发狂。爹，自从上次吃了蛇仙大人弄死的那野猪肉后，我似乎感觉到身体中有股神秘的力量在强化着身体一般。您有没有这种感受？阿贵和老头子坐在屋檐下，是不太一般。我的身体里也最近精力非常旺盛，感觉又恢复到了年轻时候，一拳能打死老虎似的。最近世界各地都不平安，还好我们在蛇仙大人的提示下，早早地处理了家里的那些家禽。你看山下的冯老三，这次可真是惨，被自己发狂的老牛给活活顶死在墙上。还有那宋喜峰，为了10几只羊，这次要不是反应快，也估计被羊群给活活弄死了。我都和你说了，蛇仙对我们没有恶意，而且和小芳那丫头这么亲近，我们只要好好的结交于她，百利无一害。对啊，还是爷爷的眼光好，大黑对我们一家子可是没有恶意的。小芳从屋子里出来，最近外面不太平，学校也没开课，只能在家上网课。你这丫头，学习完了，天天大黑大黑的叫着，那是蛇仙，你该尊重点。蛇仙蛇仙，大黑都说了，他不是蛇仙，你们不要老是蛇仙蛇仙的称呼他，他感觉很别扭。小芳坐到爷爷身边，大黑建议我们早点搬家，前往大都市。这场异变会是我们人类的浩劫，我们家位于这深山老林下，不太安全，不是久留之地。哦，蛇仙大人真是这么和你说的？阿贵愣了一下，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是去原始森林继续躲着发育，还是借小芳一家对我的亲近，扶持他们做我在人类里的代言人。我信任小芳，我们签了精神契约，虽然不能知道对方每个想法，但能大致判断对方要做什么。看着新闻，再加上我自己的感知，这场异变里想独善其身很难。个人再强也分身乏术，我不管选哪条路，最后还是得靠力量。想明白后，我心里有了主意。我回过神时，大地猛地一震，地震了！阿贵冲进屋子，抱起小儿子，牵着老婆往外跑。我也立刻冲出屋子，下了1楼。还好我速度快，我尾部离开大门那一刹那，3层洋楼就在摇晃中塌了一半，地震还在持续，地面不停晃动，树倒了，毒虫老鼠从地底钻出来，往开阔地跑。快跑，朝着下面的田野里跑！阿贵抱着小儿子，催着妻子往空旷田野去，老头子拉着小芳跟在后面。地上裂开无数裂缝，天昏地暗，我这才感觉到地震有多可怕。一条条大裂缝把大地撕开，深不见底。我只恨自己太弱，没有自保的实力，只能紧跟着他们往空旷地跑。往高处去，小心湖岸塌方。地震稍微停歇后，我看到山川移位，河水断流，阿贵家的房子只剩残垣断壁。小芳的弟弟吓得大哭。我用天眼地图一看，地形全变了，后山湖泊的堤岸塌了大半，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崩。我立刻提醒小芳，让她和家人赶紧找高处。大灾变啊！这突如其来的大灾变，不管是人类还是野兽，在大自然的面前就是个笑话。我看着这一切，心里也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有一天掌握了这种恐怖的力量，那会是什么样？突如其来的大灾变让整个世界都陷入恐慌。我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全球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震，房屋倒塌，山体滑坡，湖泊决堤，河水倒流，沿海城市被几十米高的海浪冲入城区，高楼大厦摧毁无数，失踪的人员不计其数，地上死尸无数，哀鸿遍野。地震后，无数山林里的野兽出逃，毒虫猛兽冲入人类集中的平原地带，互相残杀，袭击人类。乱了，乱了，全乱了！生存的人类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大自然灾害，根本无力对抗。难道末日来了吗？有人高呼，像是在问老天爷，是不是要灭亡他们？也有人发现，大灾变之后，从那些裂缝之中，一股无形无色的能量正缓缓溢出，冲塞进空气。我也感觉到了，因为系统提示我，空气中的灵气已经在慢慢接近晋级异兽之需要，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晋级。家没了，爷爷，我们的家没了。小芳紧紧抱住老头子的腰，一手指着自家房子的方向，哇哇大哭。没事，我们一家子人还在就行，只要我们一家子整整齐齐的。房子没了可以再建。老汉看着决堤后倾泻而出的洪水，还有破损的房子，老泪纵横。对，丫头，你爷爷说的对，只要我们一家子一个不少的还在这里，其他的东西不过是身外之物。阿贵拍了拍大女儿的肩，又看向我。他们刚找到一块还算完整的高地，爬上去，湖岸就崩塌了。巨大的水流冲走面前的一切，朝山下狂奔。如果再迟1分钟，后果不堪设想。阿贵想到这里一阵后怕，
扑通一下就跪在我面前，徒步地上碎石，很郑重地磕了3个头。多谢蛇蝎您的及时提示，不然刚才我们一家子就已经被决堤的洪水给冲走了。我想拦也拦不住，我没手没脚，也没法说话，只能快速散开一边，再对小芳传达：快让你父亲起来，区区一点小事，不值得行此大礼。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跪外人。如果真当我是朋友，以后绝不能来这一套。毕竟你们一家子也救了我的命。小芳把我的意思一字不落说给阿贵听，顺带扶起了他。阿贵露出笑意，对您来说是一句话的小事，对我们一家人来说那是5条命啊！如此大恩，当得起我的一跪。而且我也知道，您不愿意被叫做蛇仙大人。从今往后，我也和丫头一般的叫你大黑先生，如何？我心里一翻，我不叫大黑，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成龙。我让小芳转达，又补了一句：你们可以叫我程先生，也可以叫我阿龙。行，程先生，好话不说多了，说多了没意思，心里记着就行。阿贵指着胸口，您也别老是觉得我们救了您就欠我们什么似的。今天您也救了我们一家子，就当抵消如何？我点了点头。阿贵又说：我看您也不是一般的存在，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的家人，算我高攀了。不知道您老意下如何？老汉也接话：是啊，程先生，我看您和小芳这丫头也算投缘，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就让这丫头拜您为师，在您门下做个童子如何？拜师收个童子。我一愣，就明白了他们的想法，可这也正合我意。我把目光看向小芳，传达道：丫头，拜师就不用了，我暂时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如果你不介意，那么就做我妹妹吧。这是真心话，前世显然回不去了。小芳和我小妹长得不一样，可这段日子相处下来，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小妹的影子。小芳把我的意思告诉了父母爷爷，他们商量后找了个折中，拜师照教。不过以兄妹的方式相处，我没有反对，就接受了她在荒野中的3拜9炮。成了师傅，我就得担起责任。现在没什么收徒里，那就去猎杀几只猎物回来给他们充饥。他们的物资没了，家也没了，这场大灾变下来，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起码在我的天眼地图里，山下的村庄已经残垣断壁，活着的人所剩无几。天寒地冻，又赶上这场大灾变，死的不只是人，很多冬眠的动物来不及反应，就在地龙翻身里没了命。时间一点点过去，到了下午，确认安全，应该不会再有余震后，我们开始行动。地底裂缝里传出的灵气在一点点增多，这种变化下，很多人和动物适应不了，开始呼吸困难。阿贵，我的胸口好闷啊，这一呼一吸间非常的费力。我离开去别处给他们找猎物时，小芳一家也想去被摧毁的屋子里找物资，可孩子他妈捂着胸口，面色惨白。小芳，你留下来陪着你妈和弟弟，我和你爷爷去看看。不用了，小西也睡着了，我就在这里待着，让小芳和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分力量。走吧。王贵和王有为带着小芳小心穿过支离破碎的大地，往老宅去。我用天眼地图侦查，在山林里穿梭，地震太大了，山川地貌都变了。我估着至少9级之上，还好我反应快，不然早就被压在小芳家屋子里。这半个月我也没闲着，我几乎确认了，这里是和我上辈子蓝星类似的平行时空。这个世界叫九州世界，分为东土、西域、南荒、北疆、中州、瀛州、方丈、无极雪域、千岛海域9个地块。我现在在大夏，它是最强的3大国度之一，信仰图腾也是龙。这里也有北疆的毛熊国，大夏东方跨海的瀛州大陆上也有最强的世界警察国度漂亮国，还有樱花国、迦兰国、落日国、铁塔国。这些国度除了名字不一样，很多都差不多，像是翻版蓝星，只是地图大了好几倍。单单大夏就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北疆的毛熊国更是6000多万平方公里。我也明白了为啥我能听懂他们的话，看懂他们的文字。蓝星回不去了，那就好好活在这个世界，哪怕是做一条蛇，也要做一条与众不同的蛇。咦，好香啊，啥玩意儿？我在林地里找猎物时，空气里忽然飘来一阵诱人的香味，让我一下精神了。可天眼地图上找不到来源，这香味显然在2公里之外。究竟是什么玩意这样诱人啊？馋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顺着香味往前走，林地里受地震影响小些，直倒了些树木花丛。我发现不只是我闻到了香味，一些劫后余生的野兽毒虫也被吸引，快步往同一个方向去。这时候，哪怕是天敌也没互相杀戮，反而并排前行，像失了神智。越靠近香味来源，我越感觉体内有股不受控制的力量在动，催着我靠近。我心里升起不好的预感。叮！检测到宿主受到致幻灵果的香味影响，有几率迷失，陷入幻境。是否消耗100点能量值驱散幻觉？可持续时间10小时。消耗。我立刻回了，清凉之意涌遍全身，我的头脑清明起来，那股不受控制的力量也消失了。致幻灵果，好厉害的香味，隔着这么远，差点就让自己着魔了。恐怖，正好，好些天没有进行捕猎了，有了这种毫无抵抗的食物，自己也能好好的饱餐一顿，多储备点能量值。看着眼前越聚越多的野兽，我心里起了这个想法。我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住了一只迷失神智的大老鼠，2颗毒牙注射毒液，确认它没了气息后，我一口吞下。叮！吞噬大老鼠1只，获得能量值30点。叮！吞噬黄鼠狼1只，获得能量值50点。叮！
吞噬灰松鼠1只，获得能量值40点。随着时间过去，我跟着这中了幻术的野兽队伍，一点点吞噬，不到3个小时，我腹部圆滚滚的。叮，饱食度达到100%，无法再获得能量值。提示一出，我发现自己来到一处陌生山谷，山谷夹在2座断崖之间，里面是一片枯黄草地，谷中有一棵1米来高的小树，碗口粗细，浑身却像翡翠铸成，从根到顶全是绿的。它像垂柳一样，从顶部分出3条枝，倒垂而下，每条枝上结着一个婴儿，拳头大的火红果实，晶莹剔透。可小树方圆1丈内没有任何野兽靠近，那里传出强烈香味，越靠近，野兽眼里越红。它们像疯子一样互相撕咬，不怕受伤。地上已经倒着无数尸体，后面还有虫子和猛兽不断靠近。我靠，这是树木成精了啊！我很快意识到，那棵小树在用果实的香味迷惑生物，让它们厮杀，留下尸体当养分。不过那果实可是货真价实的致幻灵果啊，自己得想办法把它弄到手才行。隔着数百米，我用火眼金睛一看，系统给出信息：幻灵木每100年成长1寸，生长在灵气充裕之地，1000年一分叉，3000年一结果。树木本体浑身翡翠如玉，结果后除了灵气外，需大量肥沃养分进行催熟，会散发诱人香味，诱捕猎物，闻者会出现幻觉，陷入幻境，形如傀儡，靠近其附近后或饿死或残杀，最终化作枯骨。果实成熟后香味自散，被控制心智的动物也会恢复本性，且会开启灵智。因祸得福，3日未被摘取则自动枯萎，反哺树木本身，等待下一次结果。致幻灵果成熟后通体如血，会散发红色光泽，服用第1颗效果最佳，每个生灵最多服用3颗有效。服用后可增加食用者精神力，使其暴增，从而以精神威压形成精神幻境。凡是低于食用者精神力的存在都会中招，精神力越强则越不易陷入幻境。看完介绍，我暗暗心惊，也有点窃喜。要不是系统，我可能也会像那些野兽一样陷进去，最后变成枯。现在这香味对我无效，我只要等果实成熟。但被吸引来的不只有蚂蚁、蜘蛛、蜈蚣，也有野猪、黑熊、狼群等致幻灵果彻底成熟，幸存的家伙肯定会拼命抢。我虽然已经是10级野兽，不怕单挑，可要是被围殴，结果不好说。这时我忽然想到一句：幻灵木生长在灵气充裕之地，外界灵气复苏还不算多，就算今天大地震一出灵气，也谈不上充裕。那这山谷难道是大地震才出现的？我猛地吸了口气，果然感到这里的能量比我在小芳家感到的强太多。叮，外界灵气标准达标，宿主可以寻找一处安全地带进行突破。我看着境界后面的可突破3个字，又看到备注：本次突破需1小时左右，会吸取方圆5公里内的大量灵气，形成灵气风暴，洗涤宿主肉身。突破进行时，宿主将没有任何自保能力，不得中断，不得被打搅，否则会功亏一篑。最好寻找一安全地带，得力护卫为突破保驾护航。这条件还真是苛刻啊！我不由感叹，想迈入更高境界，果然要付出代价。不过这致幻灵果也不知道多久成熟，突破的话先放一边，把这3个果子弄到手再说。我想了想，决定先等着。看着前方那些舍生忘死的家伙疯狂地扑上幻灵木，我心里没什么波澜。就在我等致幻灵果成熟时，2-3公里外，一个魁梧大汉拨开灌木丛，朝山谷走来。师傅也真是的，这荒山野岭中哪来的宝物啊？我都在这一片寻找了2-3天了，一点影子都没有，还差点被地震活埋了。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好诡异的香味，自己都差一点着了道了。他一阵恍惚，脖子上的翡翠玉佩散出点点绿光，他就清醒了。这宝贝，果然，那臭老头没有骗我，是个宝贝啊！他把翡翠摘下来一看，脸上肉痛，因为玉佩多了一条裂缝。他想了想，又咬牙往香味来源走去。天色到了傍晚，我盯着那3颗致幻灵果，天完全黑了。那3颗果子在夜色里散着血红色的光，越来越亮。这是要成熟了。我看香味越来越浓，立刻朝目标奔去。这时前方活着的野兽毒虫已经10不存1，个个带伤。果然有宝物啊！我冲刺时，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我立马停下，警觉起来。我刚才只盯着致幻灵果，没打开天眼地图，是我大意了。我看那壮汉走得有些吃力，胸口的翡翠玉佩不时冒出微弱绿光。火眼金睛，我消耗1点能量值，看向他。种族：人类，境界：野兽10级，极限力量100，极限身法85，极限体魄88，极限护甲70，极限耐力57，极限念力45封顶。技能：灵猴拳。我靠，这家伙的属性也不错啊，力量居然达到100点，而且身法与体魄也在85点以上。这算是我重生以来见过的人类中最强的存在。不过以我现在10级巅峰的实力，打败他不难。他也看到了我。我靠，好大的眼镜王蛇，这是要成精了吗？他倒吸冷气，小心戒备。不行，这宝贝是我的，谁也别想和我抢。他握紧拳头，喃喃道：不就是一条大蛇吗？怕个球！大不了老子宰了这畜生，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继续往前走，我本来不想节外生枝，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麻蛋，看样子先要把这家伙先解决了再说。在壮汉跨出那一步的时候，我也动了。我身影一晃，空气里传来破空声，几百米的距离，几个呼吸就接近。我靠，好快的速度！壮汉惊了一下，却不慌。他身影一侧，前脚改为右转，整个人翻滚，想躲开我的冲刺。反应速度倒是不错，不过嘛，还是慢了点。
我没追着变招，只抬起头一侧，一道毒液猛地喷射而出。他刚翻滚站起，就看到我朝他喷毒液，脸色一变，毒液覆盖的位置正好是他短袖露出的胸口手臂。他想躲，却发现撤退空间不多。刚才那一下也耗了他体力，想再来一次，身体跟不上。可面对我这条眼镜王蛇的毒，他不敢硬扛。他侧转后倾想躲，可这早在我预判里。最后还是有一大半毒液落在他胸口和脖颈处，毒液一落下就开始消融他的皮肤，渗进体内。他第一时间发出惊恐叫声，连推几步，可后撤里已经出现不自然的停顿。我身影再一晃，在他惊恐目光下直奔过去。他想挣扎，一拳挥出，却发现身体不听使唤，拳头绵软无力。我盯着那3颗果实的光亮越来越亮，知道时间不多，必须速战速决。我用死亡缠绕迅速圈住他的身子，他想挣扎，却发现身体短时间里就僵硬了。麻蛋！没想到今天爷爷我居然栽在了这里。我越箍越紧，时间一点点过去，他被紧箍在中间，已经没了生机，2只眼睛张得老大。兄弟，别怪我，下辈子脑瓜子放聪明点啊！我缓缓松开身体，如果他当时转身离开，我说不定会放他一马。这场战斗看似很久，其实也就1-2分钟。我彻底放开他的尸体时，那股香味突然消失了。我立马朝幻灵木下的空地而去，发现剩下的野兽都茫然看着四周，这给了我时间。我离幻灵木大概1里路，刚才极限冲刺后100点体魄高速运转，我的气力再补回来。冲！我深吸口气，再次发动极限冲刺。我只要先冲到树下，攀咬到3颗致幻灵果，在他们反应过来前吞下去，那就定局了。我如同鬼魅穿梭时，生存野兽里1只野猪和大黑熊反应了过来，他们离幻灵木最近。不好！我看到他们奔着致幻灵果去，心里一惊。快一点！我把速度提到极致，空气里残影一道道，破空声不断。近了，近了！那2个家伙回首一望，就这一停顿，给了我机会。我火力全开，把他们甩到后面。野猪和大黑熊眼里出现惊恐，可还是继续冲刺。我顾不上他们，很快到了树下，3颗致幻灵果在我血盆大口下，毫不犹豫吞了下去。叮！宿主吞噬致幻灵果，获得新技能精神幻境。只要精神力不如宿主的存在与宿主进行对视，有10%的几率陷入精神幻觉中。陷入精神状态下的目标，可根据宿主的主观意志被赋予一个美梦或者噩梦，使其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宿主可引导目标进行一系列动作，包括自残。施展精神幻境时，宿主无法进行别的操作，否则视为中断。对方精神力越高，宿主消耗的精神力则越多。施展精神幻境后，宿主在短时间内会陷入精神内耗，每维持1分钟，最少消耗10点精神力。精神力越高，精神内耗损耗越低，恢复越快。听到系统提示，我不由吐了吐舌信。我又多了一个保命技能，而且很强，用得好，几乎能够逆风翻盘。眼见树上的那3颗神秘果实被我吞了，大野猪和大黑熊发出怒吼，其余剩存的动物也在此刻清醒过来，可他们几乎满身伤痕，精疲力尽，想参与接下来的战斗根本不可能。大野猪和大黑熊也不过强撑着，他们从我刚才那堪比闪电的速度里明白，就凭他们2个想从我嘴里夺走灵果，已经是痴人说梦了，没有后援。他们踌躇不前，只能发出无力的咆哮。我眯着眼看着他们，觉得搞笑，回过头，我猛地盯向他们，正好拿他们做点实验，验证下新技能。我目光一落到他们身上，大野猪和大黑熊不由打了个激灵，立马不敢再作死，只小心翼翼盯着我，甚至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就在他们紧盯我的那一刻，我的精神波附加着精神幻境，直接透过他们的眼睛进入大脑。一瞬间，他们又像中了1箱屎一样，目光呆滞。成功了，虽然只有10%的几率，却没想到居然一次性成功了。不错，杀了他。得到我的指令后，他们在众目睽睽下忽然自相残杀，吓得那些野兽纷纷退开，山谷里也被带动。猎食者们朝最近的猎物露出獠牙，可无论怎么追赶奔逃，都没有一个敢靠近我这片区域。不错不错，效果嘎嘎的。我看着他们厮杀，很满意。初次效果已经够了，我放开精神力，他们立马瘫软在地上，气喘吁吁。恢复神智后，目光里全是恐慌。我没理会他们，我想起那个死去的壮汉胸口的玉佩，刚才为了抢灵果，不得不先放弃它。现在灵果在我体内，那神秘的翡翠玉佩刚好可以当做给小芳的拜师礼。我朝壮汉尸体游走过去，经过2个大家伙身边，吓得他们一个机灵，还以为我要来解决他们。我连看都没看一眼，他们才松了口气。我用火眼金睛查看那翡翠玉佩的信息：清灵佩，残次仿品，一次性消耗品。可以自行清除低级不受控的精神攻击，恢复佩戴者灵智不受干扰。每护主1次，就会在玉佩上出现1道裂缝，同时颜色也会变淡些许。当裂缝遍布玉佩全身，颜色呈白色，也就成了一块普通的白玉。我愣了下，这玩意对我没用，给小芳倒合适，哪怕做个装饰品也行。我一口叼住玉佩，把它从壮汉脖子上扯下来，咬在嘴里，准备离去。出来1个下午，本想给阿贵父子补点猎物充饥，现在也做不到了。收徒里倒是有了，捕猎以后再说。就在我准备走时，大黑熊猛地窜到我前方，扑通一声，四肢弯曲，肚皮着地，匍匐在我面前。我有些蒙圈了，这个家伙想干嘛？难道不怕死吗？我看着眼前这只匍匐在我跟前的大黑熊，愣了下，抬起舌头，从上到下看它。我用火眼金睛看了它的数据：种族黑熊，境界野兽10级，体长2.0米，肩高1.3米，体重300 g， 极限力量100，极限身法30，极限体魄88，极限护甲75，极限耐力60，极限念力35，技能铁齿铜牙，钢化熊爪。哟，这家伙的属性也算不赖吗？除了身法上差了点，
其余的都达到了60以上，且力量都达到了100点。我没想到他和我一样，都是野兽10级，在这片森林里，他也算强的。我心里想，这家伙究竟想干嘛？不像那大野猪一般的赶紧开溜，拦在自己身前有几个意思？他见我抬起脑袋，身子想往后退，却又死死定在地上，脑袋贴得更低，浑身发抖，嘴里发出呜呜的低吼。我这才反应过来，他是要臣服。我心里一愣，哎呀，本大爷也算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了，不，应该说是一条有蛇格魅力的蛇。王霸之气侧漏啊！居然有小迷弟亲自匍匐到自己身前，想要追随自己，还真是让人感到意外啊！我决定收下他，可我又想到，不过该怎么和这家伙进行沟通呢？我除了和小芳建立过精神联系，别的还没试过。可我也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就在我准备摸索时，脑海里响起系统声，眼前浮现字幕：叮，检测到有生物主动臣服于宿主，是否收为仆从，接收其认主，宿主将会获得100点念力值增长，以及获得仆从自身部分反馈的能力。同时新增灵魂印记技能。灵魂印记，不管是主动臣服还是被动臣服于宿主的生物，宿主可在其灵魂深处留下灵魂印记，使其终生不可背叛宿主。目标精神念力越高，越难以种下灵魂印记，除非其主动放开精神，否则可能会念力反噬。想要消除灵魂印记，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宿主主动解除，否则别无他法。被留下灵魂印记的仆从，除了会永久忠诚于宿主外，与平时状态并无两样，且靠近宿主精神念力范围内，会自动分享到宿主一半的属性光环，帮助其成长，提高战力。灵魂印记第一次施展绑定，要求为念力属性100点，第二个则需1000点，第三个为10000点，以此类推。每个灵魂印记异常珍贵，请宿主酌情慎用。当前灵魂印记处于第1层，更多的功能与左右可消耗进化点提升技能等级进行解锁。我咂了咂嘴，半天不到又多了新技能，收为仆从。我立马回应系统，随后一股力量融入我和黑熊的脑海里。过了一会，一个憨憨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老大。我回应道：既然你是主动臣服于我们，从今往后你就叫熊大吧。是，从今往后我就是熊大，您就是我的老大了。我说道。放心吧，你的仇我一定帮你报。起来吧。熊大眼里亮了起来，从今往后跟着老大混，一天饱3顿，美滋滋的。叮，宿主收服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灵魂仆从，获得念力值100点，获得新技能灵魂印记，获得技能力大无穷，消耗能量1000点可使用，使用后增加2倍力量属性，持续10分钟。我正和熊大沟通，系统提示声又在脑海里响起，警告：宿主属性突破当前最大限度，即将突破，请于半小时内找到合适的地点进行突破，否则肉身无法承受当前属性值界限而发生爆体危机。系统第一次这么催，我心里一惊，我这次收获太大，属性超出当前境界的极限，必须赶紧晋级。先找个安全点的洞窟吧，正好有了熊大这个家伙，也能在我晋级之时好好的护法。我立马打开天眼地图看四周，时间已经不足30分钟。我体型很大，找地方闭关不容易。很快，1公里外山坡下，2块紧挨的丈高大青石引起我注意。天眼地图显示，大青石下面刚好有个洞窟，不算深，但够用，位置也隐蔽，只有一条路通向那里。我招呼熊大，一路朝目的地狂奔。很快，我带着熊大来到大青石边。熊大得到命令后，狗腿子地说道：“老大，你就放心进去吧，有任何家伙敢前来阻挠，先把我弄死了再说。”我点头，进了漆黑山洞，有夜视眼也不受影响，这里没有能威胁我的生物。系统开始突破。我静静趴在地上，一声令下，立马陷入血肉重组的撕裂感，周围微风卷开，化成漩涡，聚到我卷缩的身体上。一股东西从四周被吸引过来，不断融入我身子里，被分散到体内各处，修补着，强化着。这就是灵气吗？好精纯啊！痛苦比以前更重，但有灵气不断补充，一股清凉一点点滋补着，还在我能承受的范围。时间一点点过去，这边动静也引起周围注意，一些野兽毒虫没多大影响，但那些觉醒了些许灵智的家伙开始朝这里狂奔。好在大多数毒虫猛兽在幻灵木引诱下，基本折在山谷里，剩下的不多，离得也远，一时半会寻不到这里。熊大按我吩咐蹲守洞口，寸步不离。10几分钟后，一群野狼出现在洞穴外不远处，他们隔着几百米远小心关注，不敢靠近。洞口的黑熊和洞中无形威压都在告诉他们，这里可能要诞生野兽之王。洞外山坡各处角落，三三两两又出现了别的家伙，1米来长的黄鼠狼，4、5米的蛇，一大一小2条尾巴的狐狸。他们慑于威压不敢靠近，却也没离去。熊大也注意到那些躲在暗处的家伙，想去驱赶，却想起我的嘱咐，只能不动。就先让你们这些家伙偷偷的看着吧，等老大出关了，我第一个收拾你们。熊大眼里闪过狠色。就在大家静静等着我这边的结果时，时间一点点过去，明月升到半空。我在2块巨石间的洞穴里，也到了关键时刻。我思绪很清醒，可身体的突破我控制不了，全程都是系统在操控。洗练我的身体，像有铁锤砸在身上，淬炼筋骨，又像钢刀割裂血肉，痛得厉害，比之前跨越小阶级的痛苦强很多。每次剧痛后，就有灵气涌入修补，带来清凉的舒畅。这种感觉让我又痛又舒服，但我能感觉到肉身在变强，精神也更能扛。终于，外界不再有灵气被吸引来，我体内的剧痛也一下子消失，只剩无力的疲惫和空虚。突然，我浑身灵甲瞬间全部打开，猛地一吸，把洞窟里最后一股精纯灵气吸了进来，清凉一扫疲惫，我一下精神100倍，好爽！叮，
恭喜宿主晋级成功，生命层次发生跃迁，第一次完美晋级，属性提升到当前等级巅峰。奖励 SSS 2级血脉，血脉能提升宿主吸收天地灵气能量的速度与效率，获得512倍潜力提升。获得新技能燃烧血脉，当前等级1级，短时间获得2倍属性提升。燃烧血脉之力需消耗500点能量值，维持时间为10分钟。燃烧血脉之力后会陷入虚弱无力状态，持续1小时，最高等级9级，获得512倍属性提升。系统已更新新的数据，请自行留意变化。我被提示声拉回现实，打开面板看了看，宿主成龙，种类蛇族，境界兽兵级，血脉 SSS 2512倍潜力提升，提高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与效率。等级1， 36项基础属性全满可晋级下一级。体长15米，体重300 Galvan， 剩余寿元15年，突破到兽降级可以增加寿元20年。极限力量199加，2001点属性增加1点攻击力。极限身法199加，2001点属性增加1速每秒。尼亚极限体魄199加，2001点属性增加1点恢复力。极限护甲199加，2001点属性增加1点防御力。极限耐力199加，2001点属性等于1分钟持久输出。极限念力199加，2001点属性增加1点灵魂威压与10米距离。能量20点50点，能量转化为1点净化点，每次大境界晋级后会有所变化。吞噬含有能量的物体获得，同时汲取灵气也能获取。净化点0点，饱食度100%，饱食度满后无法再获得食物能量。消化速度1500，吞噬猎物后8小时内清空其饱食度。技能毒液喷射10，晋级下一级消耗400点净化点。毒素免疫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火眼金睛翼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天眼地图10，晋级下一级消耗200点净化点。精神幻境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灵魂印记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燃烧血脉9，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力大无穷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果然还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仅自己的种族从眼镜王蛇变成了蛇族，而且还多出了血脉这个属性来。更重要的是，消化速度也发生了变化，越发的强大。之前是10点能量值兑换1点净化点，现在倒好，50点能量值才能兑换1点，价格翻了5倍。虽然多了一个吸收灵气的手段，可这也太坑了吧！自己需要净化点的地方这么多，早知道就不这么先忙着晋级了，把那几个技能升级也好。我郁闷了一会，又自嘲：贪心不足蛇吞象，可以了。这时，我把大脑袋探出洞口，来到熊大旁边。老大，你晋级成功了。熊大愣了下，像是差点没认出我。我也能感觉到他身上那股力量更强了。洞外不远处，那些虎视眈眈的家伙们，在灵气风暴消失时，感到洞窟里传出更强的威压，大部分开始后撤，但也有几个不怕死的，退后了些却没走，躲在角落里盯着。我眼中一冷，开口道：熊大，去把那几个不知道死活的家伙给干掉，尸体拖回来。我晋级时动不了，外面的凶险我心里清楚，要不是熊大守着，我就完了。熊大立马来了精神，朝着最近的狼群奔去。我缓缓从洞里探出身子，俯瞰周边，一个不留。这是我对熊大的命令，也是考验。我带着熊大回到小芳一家子歇息的地方时，王贵父子从倒塌的房子里弄出一些生活物资，在安全处搭了个临时营地。爹，爷爷，师傅他回来了。小芳一下站起，朝山那边看。哦，程先生回来啦！王贵激动起身，脚下一偏，绊倒了一把斧子，斧刃在火光下露出干涸不久的血。老汉也吃力站起，眼里多了点光。我一出现，他们看着我又变大了，差点把我当成别的巨兽。熊大跟着出来，压迫感更重。这，王有为和王贵吓得打哆嗦。爹，爷爷，你们怕啥？这真是我师傅。小芳忙说，我只能苦笑。安抚下来后，我才知道我进山后发生的事。夜里他们刚搭好营地，一群流浪狗和野猫突然发狂扑过来，小芳母女几个躲在木板搭的小屋里，王贵父子拼命驱赶，阿贵一斧子劈在最强的大黑狗身上，那些家伙才慢慢散去。两人累得不行，老汉身上也留下几道抓痕。异变得真快啊！我眯起眼，灵气彻底复苏后，其余生物也开始变异。对了，师傅，我似乎能够用念力控物了。小芳跑来。哦，是吗？我也有点惊讶。他说，对啊，我刚才看爹和爷爷在外面和那些家伙搏斗，心里不由得急，不知道怎么的，周围的小石头和树枝就飞了起来。爹还趁着那大黑狗发愣之际，一斧子劈在了他的狗头上。我从嘴里吐出那块翡翠玉佩，放到他面前。师傅，这是个啥玩意啊？好漂亮。我说，一个能够给你防身用的小东西，护你平安的，把它戴在脖子上就是了。有了它，可以短暂的稳定你的灵智。哦，谢谢师傅。他拿起玉佩，却先收进兜里，钻进小木房。我看得出他要做什么。他母亲白天受了惊，晚上又遇到夜袭，此刻昏昏沉沉，带着小弟睡着。小芳把玉佩轻轻放在母亲和小弟中间。王贵父子也在处理熊大叼回来的狼王尸首。第二天，我说，
走吧，下山。熊大驮着小芳姐弟，王贵搀着媳妇，老汉跟着我，一行人朝山下村庄去。路基本都崩裂了，到处裂隙。我们艰难穿过满是泥泞的荒野，水坑里还有鱼虾在挣扎。到山腰下的村庄时，眼前满是残垣断壁，几乎没人烟，房屋倒塌，水漫到膝盖，偶尔有死尸飘着，有人类的，也有家禽野兽的。好惨啊，没有活人了。我心里也起了波澜。我说，找找吧，看还有些什么可以用的东西。我先朝那些屋子游过去。就在王贵父子跟着进居民区时，2公里外另一的村子里，一个年近30的青年带着10来个人疯狂奔跑，他们身后5、6只眼通红的牛埋头冲来追赶。而这样的情景在世界各地都同时上演着。半个月后，我的身子已经有20多米长，昨晚也突破到了高级兽兵，我的鳞甲在太阳下发光。熊大也长了不少，最近伙食丰富，他猎杀了不少异变后的家禽，又赶上灵气更足，他也跨入兽兵级，成了初级兽兵。我们跟着一个2、3千人的队伍缓缓前进，这些人是小芳他们一家所在镇子里灾后剩下的居民，还有沿途汇入的其他村镇的人。大地震让他们家园尽毁，亲人遇难，更麻烦的是异变的家禽、野兽不断袭扰，这里已经不适合住了，外界如何没人知道。在镇子里等了1个多星期也没援军来，最后只能自救。在几个有威望的人游说下，他们扶老托幼，带着各种家伙事和物资，像难民一样迁徙。他们的目标是100多公里外的县城，路破的开不了车，徒步也难，队伍很慢，一天最多10几公里。会骑自行车和摩托的人在前面打头阵，搜寻可用物资，老幼在后面，没人敢单独行动。队伍周围，一些眼睛通红的猫狗、猪牛等异变家禽远远跟着，出没在荒野林地间，随时准备袭击人。他们虽然还算不上异兽，可对这些老幼病残来说，偷袭一下就够了，常常成群结队，袭扰一番就走。10来天的异变里面已经有接近异变的头领，智慧不比7、8岁的人差。这一路上，要不是有我和小芳这样的觉醒者，这个2、3千人的队伍恐怕完整活着的不足3成。人类里也出现了觉醒者，能吸收灵气淬炼身体，速度快，力气大，但非常少。这个队伍里也不到20、30个，多是17、8岁的青少年。前面有个村子，已经到下午了，我们先歇脚一番吧，大家都疲惫不堪了。王贵一家现在也算是人群里的首脑，原因很简单，因为有我和熊大，我们从山上的村子下来后，一路往镇子里搜寻，沿途救了些人，最后汇成一股力量加入了这个群体。刚开始，很多人见到我这条巨蟒般的毒蛇和熊大这只大熊，还是害怕。灵气复苏后，异兽袭击人的事不断，家禽牲畜也有失主的情况。我没理会这些人，只是吩咐熊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小芳一家能接近我们，别人无需理会。一般袭击人类的狂化兽族，多是熊大处理。小芳这个精神念师在打辅助，真遇到搞不定的，我才出手。有了我们3个在，聚到身边的人越来越多。时间久了，这些人也明白谁能做主。小芳成了难民的主心骨之一，人群里也少不了肮脏龌龊和算计，我都交给小芳去处理，我只在旁边给她助威。她一开始生涩，后来也能压住大众。队伍停下来，前锋的人进村口不久，就传来凄厉的呼救声：不好，出事了！觉醒者被分派在队伍四周护卫安全，我带着熊大和小芳主要负责断后。难民们也知道，只要不打扰我们，不说坏话，不对我们不利，我们不会像别的异变兽那样伤人，还会守在一边。胆大的还会在小芳指导下帮我们处理食物，偶尔烧烤，喝点人类的饮料。我来者不拒，我混在人群里护着小芳一家，也不过是贪这种享受。熊大得了我的许可，和一个卖蜂蜜的家伙混熟了，天天去混点蜂蜜。当前方1000米外传来惊呼时，我在天眼地图上也看到了村子里的情况。一只丈高的黑牛带着10来只2米来高的同类，正和进村的人对峙。左边牛角上还挂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倒霉蛋。走吧，有情况。我皱了皱眉，这大家伙已经不是那几个觉醒的娃娃兵能对付，他们有力量，但缺经验，也没趁手武器，要伤到大黑牛很难。今晚吃牛排。在熊大不解的目光下，我缓缓说出几个字：吴哥。这大家伙以我们目前的状态，可对付不了了。和大黑牛对峙的那几个觉醒者很紧张，手里拿着砍刀钢叉，也不敢轻易动手。吴峰咽了口水，他是最强的那个，可历练少，身后那么多人看着，万一失手，死伤就不止一个。大黑牛也在试探，盯着他们不动。可僵持没多久，一只黄牛鼻子冒着白气，顶着寒风冲了出来，快躲开！人群四散躲避，一个少年就地翻滚，扬起斧子朝黄牛肚皮飞射。同时，其余7、8只牛也动了，低头亮脚，朝这边狂奔。唯一没动的是最大的黑牛，他像是感觉到危险，望向后面的人群。就在他们和牛群缠斗时，我和熊大赶到村口，小芳跟在身边，脸色潮红。他身边挑着20把匕首，我早知道他觉醒了操控物体的能力，就带他去超市搜了这批水果刀。质地不算好，但对付还没彻底异变的野兽够用。我开启火眼金睛，属性出现在眼前：种族盲角牛，境界中级兽兵，体长4.3米，肩高2.7米，体重Weird Action 75的骨，极限力量257，极限身法112，极限体魄201，极限护甲138，极限耐力198，极限念力40，技能大力冲撞，尖角顶飞。这家伙属性还不赖，2项达到了200点以上，算是比较强的了。我心里有了计较，不过和我比那就没得看了。我对小芳说：丫头，这些家伙可交给你了，今晚为师能不能吃上烤牛排，可就看你的刀工啦。
放心吧。小芳一步跨出，20把匕首飞出，先对最近的一只黑牛击虎，飞刀很快，100米之距一闪而过，匕首绕着牛脖子转了一圈。我靠，这也太酷毙了吧！一个少年正抓着牛角要硬扛，手上忽然一松，一个大牛头带着血雨落在他身上。另外几个觉醒者也发现自己面前的牛怪在一道道幻影攻击下，很快就没了命。某最大的大黑牛退了2步，眼里有恐慌。他看得出小芳可怕，但更危险的是我，那只和他差不多大的熊，实力也不相上下。想跑？我眯起眼对熊大说：“剩下的几只交给你了，最大的我来。”我话刚落，身影飞射而出，蛇王出手了。那些年轻觉醒者看着我，情感很复杂，也不是没人打过我主意，可那人的下场很直接，我还没出手就被熊大一巴掌拍嗝屁了。吴峰还和那人对过拳头，对方1步未退，吴峰却连退7步。我冲上去，那大黑牛甚至来不及逃了，就被我弄瘫在地，不到10分钟就失去生机。熊大也奔向剩下的几只牛，战场很快一面倒。蛇王威武！队伍里有人喊了一句，其余的人也跟着喊。我没多说，王贵父子喊了相熟的人来打扫战场，10多只大牛，最大的处理后进了我肚子，其余的分给了1000人的队伍。叮，吞噬烤牛肉1块，获得能量值10点。叮，吞噬烤牛肉1块，获得能量值12点。叮，吞噬烤牛肉1块，获得能量值15点。叮，吞噬盲角牛肉，获得总能量值275点。还不错了。一只终极兽兵，在经过处理之后，已经流失了不少灵力能量，还能获得近300点能量，阔矣阔矣。我盘旋在地上，心里想着下次多弄点这样的来给他们处理。比起生吞活剥，有人服侍的日子真是舒坦了。我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着面前的属性界面，还算满意。宿主成龙，种类蛇族，血脉 SSS2512倍潜力提升，提高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与效率。境界兽兵级，等级3，36项基础属性全满，可晋级下一级。体长25米，体重3 Legend kg， 剩余寿元15年，突破到兽降级可以增加寿元20年。能量1175.50点能量转化为1点进化点，进化点0点，保湿度40%。技能毒液喷射4，10，毒素免疫1，10，火眼金睛1，10，天眼地图2，10，精神幻境1，10，灵魂印记1，10，燃烧血脉1，9，力大无穷1，10。自从突破成了异兽后，有了血脉之力的加持，自己一呼一吸之间的被动吐纳灵气，大概每分钟能获得1点能量值，一天算下来也就是1400-500点能量值左右。加上随着自己体型变大，现在也翻了1倍，大概能一次性吞噬下800点的能量上限。这么一算，一天收获个2000多点能量还是不成问题。我默默盘算着最近获取能量值的进度，没有一天荒废。跟着这群人类队伍，以小芳一家子为媒介，我也有自己的打算。从实力上来说，目前不管是人类还是异兽，暂时还没有能威胁到我。后面的路程会不会出现危险，我也说不准。不过我不会害怕，再强也强不了多少，大不了打不过就跑。以我目前的综合属性，说天下无敌或许还早，但论逃命，我觉得不成问题。这1000多点能量值还是先留着，作为燃烧血脉之力的底牌再说，不能动用。我心里有了计较，这个世界太未知，鬼晓得有什么危机等着我。能有系统这个外挂，别的生物也可能有机缘，千万不可小视。熊大舔舐完铁盆里的蜂蜜，闭着眼睛享受。自从跟了我，他的生活变了很多，复仇他没忘，但我说等办完目前这件事就会帮他，他也就不急。他吃饱喝足，偷偷看向我，像是为自己的选择庆幸。在他看来，不仅有人帮他清理毛发，还能吃到以前没吃过的东西。我感受到他的偷窥，翻了个白眼。这家伙完全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不过说真的，他成为异兽那一刻，我用火眼金睛看过他的属性 ，SS 级血脉天赋，只比我差一点。最近我也猎杀了不少异化异兽，甚至真正的异兽也杀了不少，可觉醒血脉之力的并不多。就连身边这些觉醒者我也观察过，最终也就发现了一个 SS 级，一个 D 级，一个 C 级，其中 SS 级就是小芳 ，C 级是吴峰。26个人类觉醒者里也不过3个血脉之力拥有者。我从系统处也了解过血脉等级带来的好处，像我的 SSS 2级，在同样的灵气环境下，获得能量的速度快了512倍。几公里外，一伙100人武装小队，全副武装，正朝着我们这边徐徐前进。大家抓紧时间休息，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搜寻这县城的北面区域，这里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我们的任务就是能够多带走一个是一个，绝不抛弃任何一个老百姓，明白吗？明白。连长，您就放心吧，我们这些当兵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这种关键时候我们不上，难道还要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上吗？连长，您说我们这次还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人类还有救吗？有救，猴子，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们有救，且要自救，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同胞。大灾变过去了大半个月，各国都在自救。这一次受灾的是全世界，异变生物也在不断袭击人类，灵气越来越浓，它们变异和繁殖也越来越快。大夏这边各地在指挥下建立安全区，有个普通连队负责搜寻幸存者，护送去最近的安全区。连长，有情况。放哨的士兵跑回来，啥情况？前方1公里的山道上被一群异化的侏罗兽给挡住了去路，数量差不多有200-300只多，只有这一条路通往里面的乡镇，没有别的路途能进行绕路。侏罗兽真有200-300只多？真的有这么多？旁边有很多棚户，估摸着之前那里是一个养猪场，而且那些棚户中还有不小的动静，数量上应该只多不少。
干！不管是为了前方活着的人，还是为了这些死去的乡亲，我们必须干掉他们，打通这个通道。连长，可是我们没有重武器啊，我们要不要发报给后面的兄弟部队，请求他们的支援？干就完事儿了，哪里这么多废话？多耽误1分钟，或许就会多一个无辜者失去生命。我们这里有一个连队，还对付不了几只侏罗，队伍开始部署。我这边还不知道，有个连队正朝我这边来，而且快和侏罗兽交上火。我的天眼地图只能看到方圆2公里，那边还在4、5公里外。时间过去，大家各自搭了窝棚休息。小芳一家也在我旁边搭了窝棚。熊大、小芳，随我去前面探探路，散散步。我刚吃完东西，准备去前面溜达，顺带消化下食。要是能捕捉到异兽就更好。我还没彻底吃饱。熊大过来，小芳也从窝棚里出来。路上，小芳骑在熊大背上。师傅，我感觉我也快彻底觉醒了。我不惊讶，他和熊大一样是 SS 级血脉。我看了眼天空，心里复杂。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区域，我也就准备离开了。师傅，你要离开？傻孩子，不是你的事。这天底下终究没有不散的筵席，又不是说不见面了，只是暂时离开而已。好吧。小芳擦了擦眼睛。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爆炸。有情况，去看看。我带着熊大和小芳朝爆炸的方向狂奔而去。连长，这些家伙太多了，我们的弹药量可能有些不足啊。黑子看着那些一直高速前冲的侏罗兽，脸上有担忧。他们这次救援全靠2条腿，没有重武器，只带了行军口粮和基础弹药。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异兽。10几分钟交火后，救援连队击毙了不少侏罗兽，可山道上冲来的猪群越来越多，红着眼，悍不畏死。麻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拼了。战士们借助掩体不断清除，可这些侏罗兽皮糙肉厚，速度快，很难击杀，数量又多，局面焦灼。已经有2个最前沿火力点被破坏，那里的战士生死不明，对讲机也没回应。好在真正异变的只有3只丈高的猪王，他们躲在后面哼唧哼唧指挥族人，暂时没亲自动手，其余的也会死，只是每只都要多开几枪，弹药消耗很大。这里几百只侏罗兽，轻装行进的连队弹药自然不够。我通过天眼地图知道了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是这个世界的军人和一群异变的猪群交上火了。我停下脚步，看了看熊大，又看了看熊大背上的小芳，心里纠结要不要去帮。这是军人，不是我最近守护的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军人战斗经验丰富，装备齐全，团队作战。我不确定，一旦正面交恶，我能不能在热武器围攻下活下来。可我也知道，这支连队想击破猪群，无非是花些代价。我也在想，如果军人参与难民护送，我会是什么命运？哪怕要合作，也得有资格。我前世身为人，清楚大多数人对异类只有2种模式：崇拜加臣服，或铁笼与刀片。这段日子我确实有些迷失。师傅，你怎么了？我听到小芳的声音，她坐在熊大背上，也能听见前面的交火声。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我抬头望着前方，最后做了决定，帮怕个球，真不被接手，我就带着熊大离开。走吧。很快，我们出现在战场后。连长，你看对面那是什么？我们这组合一出现，现场军人火力停顿了一下，那些冲刺的侏罗兽也不安分。我抬起身子，如同巨无霸一样出现在他们视野里。熊大在我面前都显得小些，但他背上的小芳同样吸引了所有目光。一个小女孩居然和这么大一条蛇以及一只巨熊在一起，我没看花眼吧？拿着望远镜观望的少峰愣住了。我盯着那3只猪王，对熊大和小芳开口：擒贼先擒王，你们俩对付1只，剩下的2只大个子交给我。正好还没吃饱。我用火眼金睛看向对面3只彻底异变的侏罗兽，种族坦克侏罗，境界终极兽兵，体长3、6米，肩高2、5米，体重1570 g， 极限力量225，极限身法136，极限体魄189，极限护甲218，极限耐力166，极限念力44，技能猪突冲锋，尖牙撕咬。这家伙的属性和被自己干掉的那盲角牛差不多啊，都是2项属性达到了200以上，也算是终极兽兵里比较强的存在了。我朝那最大最强的家伙冲去，短短200-300米，不到2个呼吸，我就到了他眼前。他睁着通红的眼睛看向我，准备冲刺。我一股精神力顺着他的眼眸钻进他脑子里，他的身体立刻不受控制，转头对着一旁的同伴发动了攻击。好家伙，居然敢和蛇野我对视，算你小子有种！我本来准备靠身形压过去，他既然胆大，我就用这技能成全他。熊大冲到离猪王100米左右，把小芳放下，也看到了这一幕，打了个寒战。老大又在施展那个诡异的技能了，好家伙，这是要对方步入自己的后尘啊！他没迟疑，直接对着另一只猪王冲锋。没被波及的猪王不明白，自家老大为啥突然对老二突袭，被撞的猪老二也懵了，被撞飞10斤，砸进一队猪罗兽里，一阵哀嚎。连长，这猪罗王是中邪了吧？怎么不去对付那大蛇，反而自己内部自相残杀起来了？黑子正要开枪，嘴巴张大，少卿也愣住了，是有点诡异啊。士兵们也停住了手。小芳念了一声，腰间背上的20把新匕首附在他身边。他发现有猪罗兽回援，想偷袭一动不动的我，匕首就飞了出去，划开一只猪罗兽的脖颈，又刺进另一只的眼睛。我靠，这小女孩好凶猛啊！
杀！别误伤了那个小女孩。少卿抓住机会下令，没了3只猪王指挥，又被我们气势压着，剩下的猪罗兽乱了，有的继续冲士兵，有的回援，有的想逃。我操控着猪老大悍不畏死地打猪老二，熊大和猪老三缠斗，可猪老三一心想逃。很快，随着猪老三奋力逃跑，还有大量猪罗兽逃逸，战场留下众多尸体后就结束了。老大，对不起，让那家伙逃跑了。熊大低着头，身子微颤。算了，跑了就跑了。猪老三为活命，冒着丢一条腿的风险拱了熊大一下。熊大为避伤躲开，让他跑吧，我也会先保自己安全。我带着熊大在几百米外和那些战士对视着，吩咐小芳去吧，丫头，和这些士兵交涉下。我现在毕竟是异兽，扶持丫头也是为了这一天。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战场上的榴弹总破不了我的护甲，这是个好消息。那家伙真是你师傅？黑子嘴巴张得老大，旁边的士兵们也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但慢慢也就释然了。对啊，师傅可不像那些疯狂袭击我们的家伙。如果不是他的存在，我们后面的队伍和族人这段时间早就死伤严重了，我也或许活不到现在。小芳解释着，说了她和我认识以来的一些经过。他们看着小芳，又看向我和熊大，我们都待在原地，没有攻击他们。他们最终还是勉强接受了。救人要紧，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您好，我是这个连队的连长少卿，很感谢2位的帮助。少卿跟着小芳来到我身边，我听得懂他们的话，却无法表达，只能点了点头。其实我心里也忐忑，虽然我从人类的酒缸中逃出升天，也遭遇过猎人的追捕，可我不想和人族为敌。认识了小芳后，我更不想让自己彻底兽化。熊大趴在我身边，得到我的吩咐后，他也不会袭击这些人，只眯着眼看着。双方打扫了下战场，就朝着难民营地而去。我拖拽着最大的那猪老大，猪老二被熊大背在背上，战士们也3、5人一组，抬着一只异变的猪罗兽往后方走。军人小队进入难民营地后，剩存的人类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带回的猪罗兽被处理后进了大家肚子里。这里差不多3000多人，物资不够，哪怕再多的食物也不够吃。他们也知道了外界的情况，整个世界在大地震下被摧毁的4分5裂，人类伤亡惨重，道路桥梁完整的没有多少。大夏国政府第一时间反应，各地自救，建立安全区，抵御异兽，也重建家园。5天过去了，有了新的力量加入，队伍前进更快。这5天里，我带着小芳和熊大在外围清理袭击人群的异兽，连队接管了安全后，那些觉醒者也在附近猎杀异变动物。丁，吞噬铁皮蛮牛肉1块，获得20点能量值。丁，吞噬血牙野猪肉1块，获得15点能量值。丁，吞噬月影灵猫1只，获得50点能量值。不断的猎杀猎物被王贵他们弄回营地处理，不仅给难民提供食物，我也跟着吃上了处理后的美食。这大蛇原来是个吃货，难怪。少卿这几天也摸清了我的脾性。连长，不仅这大蛇是个吃货，他边上的那大黑熊，您发现没有，也特别喜欢吃美食，天天没事就在营地里溜达，只要发现有好吃的存在，就赖在对方身边，不抢夺，只撒娇，太搞笑了。万物有灵，这一次的天地异变，出现一些像大蛇这样古怪的异兽也很正常。不是每个异变的野兽都会袭击人类的，所以这次回去我会和领导建议，像大蛇和黑熊这样的生灵，哪怕不能争取为我们所用，也一定不可与之为敌。是啊，像大蛇这种异兽，一旦推到我们人类的对立面，以现在的情况，哪怕我们能够消灭对方，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那种后果非必要不承受啊。丁，吞噬疾风兔1只，获得能量60点，饱食度达到100%，无法再获得能量值。我吞下最后一只被烤得流油的疾风兔，打了个饱嗝，烧烤架收起。我心里定了定，是时候离开了。按少卿的意思，明天上午就能赶到最近的安全区，到了那里，小芳一家也就安全了。我也算对得起当初的承诺。做完这件事，下一个就该给熊大处理他的问题。我打开属性面板，能量值到了12375点，换算下来又能兑240多点进化值，但我不打算现在就兑，先存着。属性点要进化点，技能点也要进化点，看着够用，在我看来还是不够。困扰我最大的是寿命，我现在是高级兽兵，可寿元也不过15年。我不明白，我都成异兽了，怎么还被普通蛇类的年限卡着？上辈子我当捕蛇者，知道正常眼镜王蛇在野外活得久的也有近30年，人工养的还会更长些，不该只有15年。按我站着身子算，最多也就5、6岁。我在心里嘀咕，想这么多干嘛？好歹系统对自己没有恶意，而是选择了自己成为宿主。如果没有他，或许自己现在还在那酒缸里泡着，能有15年的寿命已经不错了，起码晋级后还会增加。做人要知恩图报，做蛇也不能忘恩负义。老大，你是不是准备离开了？熊大舔着嘴角最后一点甜味，他这些天把队伍里那点蜂蜜快吃光了。不过大家也不计较，一路上我们守着人，也能狩猎，物资也就算大家的。是时候离开了。你这家伙不也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去复仇吗？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抬头看着满天繁星，重生这1个来月，我一直在逃。遇到小芳一家后，我更多是想报恩，也想有更多实力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伙伴。护送路上，我也在想，我究竟想要干嘛？难道就是简单地活着？可我明明是人类的灵魂，却在蛇的身子里。熊大被我看穿，微微有些尴尬。他当初扶我，也想着借我的事，现在这日子是我带来的，可他心底那份仇还在。小芳在窝棚里坐着，默默感应空气里的灵气。这些日子跟我吃了不少异兽血肉，他的力气更大，也更灵活。我没什么功法，只把我摸索出的窍门交给他。他额头冒汗，夜里还有点冷，他却像在冒热气。阿贵，丫头这不会是有事吧？不用担心，他这是进入了修炼状态，
应该是要突破了。我们王家也有觉醒者了。我也感应到周围灵力在动，转头看向小芳家的窝棚，营地里的觉醒者们也察觉到，这丫头今夜终于觉醒了。半个月后，我带着熊大和小芳来到一条宽达100米的大河边，河岸两侧是山峰和近100米高的悬崖，能通往对面的只有这处长满芦苇的河滩。老大，那大家伙就隐藏在这大河之中。熊妈就是在这里为了给我争取逃跑的时间，才被对方给拖下了水中。她说起当年还是幼崽，力量和经验都不够，只能眼睁睁看着熊妈被拖进深水里消失。她明白自己和那家伙差得远，那东西几乎不怎么上岸，黑熊进了深水也使不上劲。她在河边等了很多天，最后只能带着仇恨离开，一路记着路，直到遇到我，才有了希望。我心里有数，熊大的仇敌是大鳄鱼。小芳从熊大背上跳下，拍了拍他的脸。这个位置很偏僻啊，熊大，你的仇敌就是在这里吗？这个位置很偏僻啊，熊大，你的仇敌就是在这里吗？熊大点头，我没接话，直接开了天眼地图，重点看河里和两岸。很快，我在2公里外的边缘看到一个特大的蓝点，黄色的点，好久没遇到这样的提示了。我吐了吐舌信，我看清数据，水里潜着一只巨鳄，身躯庞大，背脊像小岛，鳞甲很厚，旁边还有一只小一些的，差不多6、7米长，那只应该就是当初害死熊妈的家伙。我把那只大的数据打开，种族远古地鳄，境界初级兽将，体长16米，肩高4米，体重7 5 极限力量425，极限身法168，极限体魄289，极限护甲388，极限耐力199，极限念力65，技能死亡翻滚，巨力撕咬。果然如此，初级兽将水准，难怪能对自己形成一定的威胁。我盯着数据想，这半个月我一路猎杀，能量值已经能换840点进化值，随时能突破到兽将。只要我到兽将级，这家伙就不算什么。我也想过用精神幻境，他念力低于我，控制不难，但这里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哪怕他中了精神幻境，想猎杀也不轻松。最保险的办法还是先突破。小芳看着大河，又看向我，师傅，是不是有发现了？有点小麻烦。我点头，看向熊大，你的仇人我是帮你找到了，不过现在要对方他的话，还要付出一点代价。今晚先寻个安全的地方，你们2个帮我护法。等我突破了，那家伙就能轻易的解决了。熊大眼睛一亮，立刻说道：老大，还是那句话，你就放心突破，有我在，还有这丫头在。别人想要打搅你，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小芳也笑嘻嘻的。师傅，你又要突破了？我说道。是啊，前几天就该突破了，只不过一直在压制而已。变态，不愧是我师傅。小芳翻了个白眼。我其实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燃烧血脉之力，不过这技能提升有限，只是属性翻倍，还要消耗500点能量值，副作用也大，使用10分钟，虚弱1小时，不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用。走吧，找个安全的地方，我们顺便猎食一番。等今晚我突破成功，明天就给熊大你报仇雪恨，顺便吃个烤鳄鱼。熊大点头，载着小芳和他的行李，跟在我身后进了山里。我一路开着天眼地图，尽量避开有人的地方，可末世里到处是残垣断壁，村庄里多是变异边缘的野兽家禽和彻底异化的异兽，活人反而很难见到。大灾变下，灵气复苏，众生平等啊！我看着荒凉的村子，一路白骨累累，没了人类居住，灵气充斥天地，植物反倒疯狂生长，道路缝隙里、破墙下到处是幼苗。师傅，好荒凉啊，太安静了。我对小芳说：丫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想要保护你的家人的话，那就要有保护你家人的实力。这种天地异变之下，强者为尊，拳头硬的人才是王道，明白吗？小芳点头没多说。到了落脚处，我说：熊大，你去把那间屋子里的杂物清理下，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歇歇了。好的，老大。夜里院子里点了火堆，我们猎来的小型野兽和异兽架上烤架。小芳处理后肉香飘开，可附近能猎的基本都被我们清了，也没异兽敢来。老大，给我留点啊，太好吃了。我看着熊大眼巴巴的样子，笑了下。瞧你个熊样，行了，不吃了，剩下的全给你，我得突破了。我进了收拾好的房间，兑换足够的进化点，把属性栏加满。系统提示声在我脑海响起，属性值达到，可突破临界值，宿主可寻找一安全地带进行突破，外界灵气浓郁度达标。本次突破需2个小时，会吸取方圆10公里内的大量灵气，形成灵气风暴，洗涤宿主肉身。我愣了一下，上次才1个小时，方圆5公里，这次变成2小时，10公里。开始突破。我确认后，无数灵气疯狂向我所在的位置涌来，席卷方圆10来公里。师傅开始突破了。小芳备好从安全区弄来的合金刀片。不管是谁，想要打搅老大的突破，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熊大也停下进食，开始小心戒备。当10公里内大部分的灵气被抽向我所在的位置时，引起了一些夜行异兽的注意。越靠近我，灵气真空越大，却也越发浑厚。熊大有了上次的经验，不再惊讶，默默守着，同时吸收残余灵气，一呼一吸间，像是体内充满了力量。小芳没见过我这种突破的架势，她能清晰感觉到周围灵气浓的发厚，甚至形成灵气漩涡，而漩涡中心就是我。
他惊讶，但也更清楚，这样的灵气波动会引来很多异兽，突破的时候无法分心，不能被打搅，所以我现在坚决不能被打搅。时间一点点过去，原本被清空的小村庄里，慢慢出现了一些异变生物的身影，它们随着灵气波动引导，一点点靠近我所在的位置。在那种神秘驱动下，本能的小心窥视突破下，我身上庞大的念力散发的灵魂威压覆盖了方圆4公里左右。那些窥视者越接近中心，越不安。一些胆小的异兽前进了一段，就受不了威压，扭头逃离。只有少部分不惧生死、等级较高的家伙，抱着侥幸，一步步小心探索。冲在最前方的是一只1丈多高的大力神牛，以及一只疾风青羊。它们后面还有一群其他异兽徐徐前进。此刻，这2个家伙停在村庄1公里处的山坡上。作为2只终极兽兵，他们靠近后就明白这里有大家伙在突破，尤其那精神威压让他们很不舒服。有新的王者要诞生了。村庄4周的异兽们心里有了猜测，他们一个个心怀不轨，却没有一个敢擅自行动。他们想着，我若晋级成功，他们就立马逃遁。可如果我突破失败，遭遇反噬，不死也会重伤，那就给了他们机会。高阶异兽的血肉对他们来说是大补，甚至可能让他们当场晋级。至于守在那里的熊大和2角兽小方，在他们看来不是个事。这里已经聚集了数十只不同等级的异兽，那2个家伙想阻止他们几乎不可能。我留了一丝意识关注外界一举一动，这一次突破引来不小的家伙。更重要的是，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神秘的第6感告诉我，这次不比上一次，有大危险。来源不是村子4周这些虾兵蟹将，天眼地图上也没发现异常。可那危机感一直没散，心脏跳得越来越快，晋级带来的酸爽感让我欲仙欲死。可我还是拼命专注精神，分析危机来源。最终我只想到一个可能：白天河里观测到的远古帝鳄，现在能让我感到危险的，似乎只有它。当然，方圆10公里内还有没有别的兽降级存在，我也不清楚。我只探测了路过的地方，别的区域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按我的认知，等级越高，占的地盘和资源越大。就像我现在，如果要霸占一个区域，也需要够大的地盘才行。地盘太小，根本养不起我这种特异的异兽。所以不出所料的话，这股不安的危机感，应该就是那家伙带来的。不仅我感觉不安，熊大和小方也觉得空气里多了几分压抑，让他们有股寒意从脚底板升起。我的猜想没错，虽然我选的村子离大河够远，但也就10来公里。远古帝鳄原本在河对岸游荡，吃了个半饱后跨过大河，来到这边河岸。他注意到一股微弱的灵气波动，慢慢朝来源走来。他越靠近，越觉得这波动熟悉，一边啃着一只小野猪，直到把血肉吃空，才想起这是突破时的波动。这里灵气稀薄，他在这片区域几乎没有对手。最近地震后灵气复苏，他更不允许这片领地出现和他同级的对手。他抬起4条短腿，加快速度，朝灵气波动中心奔来。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这边也到了关键时刻。当天眼地图上出现代表远古巨鳄的蓝色小点时，差不多过去了1个半小时。他发现我引起灵气波动时，我已经进入突破瓶颈快1个小时了，还花时间捕食小野猪。他越靠近越惊讶又犹豫，一股来自灵魂的颤抖让他呼吸困难，举步维艰，本能让他掉头。可另一种声音告诉他，要趁我无暇他过去干扰我。他最终还是来了。不好，有危险！熊大看到村庄里的巨鳄，心头一紧，他发现这巨无霸比他还大，压迫感比我都不遑多让。小方也镇住了，刀刃在念力下飞快旋转，却有点不稳。我心里更急，这远古帝鳄真不是吹的，其他异兽只敢远远躲着，可他顶着我的精神威压冲进村子，还看出我现在是只老虎，准备给我致命一击。暗处的异兽也惊住了，附近的霸主都被引出来了。快一点，快一点啊！我在心里祈祷突破快点。熊大和小方根本拦不住他们冲上去也只是送菜。远古帝鳄看着拦路的熊大和小方，眼里露出不屑。熊大死死盯着他，不敢贸然进攻，只低吼警告。小方强行镇定，身边飞舞的刀片不再乱晃，化为一道道流星般围着他，随时出击。他们都不想让他闯进院子，必须把他拦在外面。我的突破不能功亏一篑。远古帝鳄也看出他们的心思，贴向他们身后的屋子，眼神里起了杀意。杀！他心中默念，抬起前爪朝熊大冲锋。杀！熊大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还回头看了眼小方，示意他配合。小方点头，刀片化作一道道光影，从各个角度冲向巨鳄的身体。熊大和小方拦着远古巨鳄时，我也感觉到自己晋级的速度在加快，灵气不停涌进来，我的身体一边撕裂一边重组，还在变大。小方心里着急，熊大一次次躲开巨鳄的冲击，好几次被一尾巴甩飞20-30米。小方的飞刃能干扰他，却破不开那层皮甲，只留下一道道浅印，还有几个刀片崩了缺口。远古巨鳄也恼了，熊大拼着受伤也一次次扑上来，他想全力打熊大，又被小方的飞刃从刁钻角度烦得不行。他一动杀小方的念头，熊大就挡在前面。熊大满身伤痕，却又一次次站起来，他几乎油尽灯枯，靠着离我不远分道的光环撑着，但对面是兽降级，他只能拖时间。我看着熊大和小方一次次险象环生，心里紧得不行，可我动不了。巨鳄已经到了房子前，熊大和小方也快拦不住时，我吸收了最后一股灵气，突破成功。丁，恭喜宿主晋级成功，生命层次发生跃迁，一次性完美晋级，奖励系统空间1个，当前空间体积100立方，等级1级，可消耗进化点进行提升。系统空间属于真空状态，只能储藏死物，可保持物品永久不坏。奖励修炼功法灵诀1部，领悟后可增加灵气吸收速度，效果最高提升10倍。通过引导灵气淬炼身体，提高肉身强度。本功法任何种族都可学习，可通过精神念力进行传授，只要领悟其中奥义就能入门，其效果因人而异。系统已更新新的数据，请自行留意变化。打开属性面板，我心中默念，属性界面出现在眼前。宿主成龙，种类蛇族，功法
灵诀，境界，受降级，血脉。SSS251，2倍潜力提升，提高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与效率。等级1， 36项基础属性全满，可晋级下一级。体长40米，体重800 g， 剩余寿元35年突破到兽王级，可以增加寿元50年。极限力量400+， 5001点属性，增加1点攻击力。极限身法400+， 5001点属性，增加移速每秒。你极限体魄400+， 5001点属性，增加1点恢复力。极限护甲400+， 5001点属性，增加1点防御力。极限耐力400+， 5001点属性等于1分钟持久输出。极限念力400+， 5001点属性，增加1点。灵魂威压与10米距离。能量725点，100点能量转化为1点净化点，每次大境界晋级后会有所变化。吞噬含有能量的物体获得，同时汲取灵气也能获取。净化点245点，饱食度60%，饱食度满后无法再获得食物能量。消化速度2000%，吞噬猎物后4小时内清空其饱食度。技能毒液喷射4，10，晋级下一级消耗400点净化点。毒素免疫1，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火眼金睛1，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天眼地图2，10，晋级下一级消耗200点净化点。精神幻境1，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灵魂印记1，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力大无穷1，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系统空间1，10，晋级下一级消耗100点净化点。我心里一喜，不错，又多了个新技能。还有一部功法，这次晋级带来的奖励就是不同凡响。有了系统空间，自己就能储藏更多的食物。有了这部功法，这下也算是有了底气，能做个名副其实的师傅了。当了这么久的师傅，一直没有好的东西传授给小芳这丫头，其实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如今算是有了个交代。这么多地方需要用到净化点，之前一直惆怅能量值不够用，现在看来好事都在后头了。不过这次晋级后，能量值兑换净化点的比例居然是1比100，这系统也太抠搜了，简直是打劫啊！我吐槽归吐槽，身上全是力量，喊起来几乎挤满屋子，最粗的地方连房门都只能勉强通过，还剩下245点净化值。我想先把力量加满，我不想用别的技能，就想用身体碾过去。这时远古帝鳄也感觉到屋里忽然多了一道恐怖气息，脚步一顿，抬头看向屋子，像是想退想跑。他刚后撤转身，我就破窗而出，张开血盆大口朝他冲刺过去。我靠，这家伙怎么如此大？远古帝鳄愣住了。远古帝鳄的下场是毫无疑问的，当我破窗而出的那一刻，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只能成为腹中食物。老大终于晋级成功了。我巨大的身影出现在熊大和小芳眼前时，他们一愣，转为惊喜。师傅的身形又大了不少啊！小芳靠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娇喘吁吁地恢复体力。操控20把飞刃攻击这么久，对念力体力的消耗很大。我瞥了眼他们的伤势，小芳还算好，熊大却皮开肉绽，鲜血直流，耳鼻口也溢出血迹。去死吧！我心彻底怒了。我庞大的身躯看似笨拙，身法却异常灵敏。远古帝鳄还没反应过来，我的大舌头就已经到了他眼前，一口咬在他身上，同时身体缠上这只巨鳄。他立马死亡翻滚，想摆脱我的叮咬和束缚，可我不会让他如愿。刚才那一瞬间，我已经在他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巨鳄准备用力时，身体一顿，不受控制的麻木起来。我的力量不断压缩他的五脏六腑，让他呼吸困难。还是老大厉害，刚开始战斗就让这大家伙吃瘪，且没有还手之力，牛啊！熊大瞪大了眼睛看着，小芳也看着，没有他们刚刚那样惨烈的战斗，有的只是悄无声息的虐杀。远处那些伺机捡漏的家伙，看到帝鳄被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就开始后撤了。撒丫子跑得越来越远，随着帝鳄的反抗力越来越小，最终他失去了生息，身子彻底凉了。我一个念头下，系统空间如同一道小型黑洞般，直接吞没了远古帝鳄的身子，一闪而逝。不错，这系统空间就是好用。咦，那家伙哪里去了？在小芳和熊大眼中，那巨鳄像是直接消失了。不过见我没反应，他们也明白这是我的手段。时间很快，1个星期过去了，熊大伤得严重，几乎失去行动的力量。我不得已在村子里逗留，直到他再一次变得活蹦乱跳。这期间，小芳护卫熊大的安全，我一路出击，横扫方圆10多公里。那天晚上不怀好意前来窥探的家伙，一个个倒了血霉，被我一一解决。有系统空间加持，猎物全部打包带回，交给小芳处理。师傅，你教我们的这灵诀真厉害，有了它，修炼起来简直堪称神速啊！是啊，老大，虽然刚开始这玩意晦涩难懂，可一旦领悟了其中的奥义，这2天感觉自己的修炼进展非常的快。我悠悠吃着烧烤，听他们汇报，自从我用精神念力把灵诀传给他们后，他们借着养伤开始领悟学习。小芳先进入佳境，熊大也领悟了奥义，有效果就好。你们俩可是我最亲的存在，今后的修行道路，我可希望你们2个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不要掉队。老大，我可是这辈子赖上你，你去哪我就去哪。师傅，您放心吧，我是绝不会拖后腿的，也不会给您丢脸的。行了，心中清楚就好，用不着嘴上信誓旦旦。
我眯起眼，不再言语。我现在的实力不断增长，寿元也随之增加，这对重生近3个月的我来说充满希望。为什么要提升实力？我也有了新的认知，不仅是获取寿元而提升境界，更多是保证正常生活不被打搅。手中无剑和有剑不用，这是2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前者只能任人宰割，后者才能舒舒服服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帝都安全区新建大厦顶楼，一间简朴却威严的办公室里，鹤发童颜的老者背手站在窗前，眉头紧锁。他是这个国家的元首，也是最早知道灵气复苏的人之一。按科研机构的判断，灵气复苏来自地底的神秘宇宙能量，掩藏在地壳下的某个空间。异兽也是受其影响发生异变。原本以为人类还有10年以上适应时间，没想到一场超级地震打破判断，世界巨变。穿军装的警卫员进来，首长，您都1天1夜没睡了，要不先休息下吧？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我一定及时通知您。怎么睡得着啊？我们现在都变成了孤城，和外界的信息大多数都中断了。哪怕聚拢了不少民众，全力建设与抢修，也不过是联系到了最近几百公里内的一些地方，他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啊。至于远方的情况究竟如何，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准信，都1个多月了，如何不让人担心？可您就这么担忧，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如果您再倒下了，这里的工作将陷入很大的麻烦。老了，小李啊，你现在也在实力上有了新的提升了吧？以后的世界将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昨天幸运的晋升了1步，现在面对那些体型1丈来高的异兽，也有一战之力。不错，那我先去休息下，有什么事情你要及时报告给我呀。明白，您就放心去休息吧。老者转身要走，桌上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听着汇报，表情越来越严重。你说的可是真的？得到肯定答复后，他顿了顿，终于回过神来，放下电话，露出一丝微笑，把电话里的事告诉警卫员。怎么可能？这些家伙可是拿我们人类做口粮啊！至于这种长时间护卫我们人类的异兽，想都不想想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没有不可能。老者坐到沙发边，现在有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你，这可是重中之重的存在，你务必要完成此任务。您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我丝毫没有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京都安全区，都有人已经开始重视我的存在了。此刻，我带着熊大和小芳走在回城的路上。上次要分别时，小芳一直要跟着我，他父亲与爷爷也在一边说好话，我才改变主意，带上他一起历练。时间过去20来天，他没说过一句辛苦，可我看得出他想家了。他还是个10来岁的小孩，这么久在野外，每天和异兽激战，远离人类社会。虽然有我和熊大陪他说话，可我现在是一条蛇，不是人。丫头啊，这次送你回去后，你就在城中好好的修炼。这野外的生活体验你也见识，该有的历练也有过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师现在对你的帮助有限，说是你师傅，其实更多的我是把你当做妹妹看。师傅，谢谢您的宠爱，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明白就好，暂时的分别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相聚。我说道。师傅，前面有情况。一路赶路，我们离望云安全区只剩半天路程，天色已晚，太阳快落山了。我用天眼地图一看，前方1公里外有个废弃村庄，正好落脚。我本来和小芳说今晚在这留宿，明天再赶回安全区，可还没走出几步，耳边就传来枪声。村子里，一个火力连队正和近100只变异灰狼交火，这些狼最小都有2米多高，体长3、4米，皮糙肉厚，速度很快，个个都迈入了兽兵级。一只狼王肩高快到1丈，一直躲在难以狙杀的位置，靠嚎叫指挥狼群进攻4周军事。居然还是老熟人。我一愣，和狼群交火的连队是之前护送难民队伍时碰到的少卿一伙。连长，这些畜生太猛了，兄弟们都有点顶不住了啊！他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智慧不低，个个速度贼快，我们几乎难以瞄准。副连长徐茂一边协助少卿，一边看着前方交火，士兵不到10分钟就落了下风，已经出现伤亡。我都看到了，看来给安全局提供情报的那家伙提供的情报有误，真是该死！少卿一脸愤恨，一拳砸在墙上，打出一个深深的拳印。他们本来是出来侦查的，上次超级大地震后地貌改变，还出现了很多奇异的地方，都是难民提供的。后来安全区有了起色，安全局才派先锋队以安全区为中心100公里范围地毯式侦查。少卿他们这个连队有和异兽交手的经验，被安排到这个最可能出现遗迹的村庄。情报说这里有一伙变异狼群，按四面包围去打。结果交火后才发现，不是30、40只，而是100多只。上次那伙侏罗兽虽然也有200、300只，可真正异兽只有3只蛛王，这次却是全部变异的狼类异兽。少卿还给他们起了名字疾风狼。本来30、40只还好，可他们包围时却被反包围了。连长，这或许和那提供情报的人没有关系，毕竟那种特殊的时候，像面对疾风狼这种异兽级的存在，对方还能观测到基础的数据，就算非常了不起了。而且从这里的情况来看，聚集了这么多的疾风狼，绝对是有古怪的。所以我想我们是来对地方了。少卿强行冷静下来。也是，可是这些家伙却依然死战不退。如果这里不是没有东西吸引着他们，打死我也不信。他一时间还想到了上次和侏罗兽对战的场面。师傅，我们要不要去帮忙？小芳听我说是老熟人，也猜到了是谁。走吧，也算是老熟人了。相逢即是缘，
见死不救可不行。我看着天眼地图，上面全是白点，不管是人类军队还是疾风狼，都无法对我形成有效的威胁。我带着小芳和熊大准备去支援少卿他们，前面忽然出现一幕，我停下脚步，制止他们往前走，原地找了个好观测的地方看着。少卿忽然从身侧拿起一把长刀，刀很普通，却寒光闪闪。连长，你准备亲自上了？徐茂看向他，眉头一皱：“你才觉醒不久，能对付这些家伙不？对付不了，难道就不上了？看着这些畜生突破咱们的防线，接着屠杀战友是吗？”少卿瞥了他一眼，跨前冲出掩体。徐茂伸手想拦，又放下去，只朝他喊：“注意安全！”连队的人在村里四面八方阻击疾风狼群，热武器能威胁他们，可对方是异兽，不是人。少卿手里这把刀是他觉醒后安全局奖励的特殊合金武器。连长上去了。有人高呼：“村子大，房屋密，这些狼移速快，很难瞄准。”已经有士兵被击杀，地上只剩血迹。我看着少卿的身影靠近，藏在后面的狼王，连队里另外3个觉醒者也抽出武器冲锋，穿过狼群，目标直指狼王。我开了火眼金睛，扫了他们一眼。3个初级战士，1个中级战士。这少卿挺厉害啊，不过分别了10多20天，就从觉醒晋级到了中级战士。不错不错，还是很有天赋的。我看到少卿的数据很不一样，种族人类，状态成年，境界中级战士，极限力量215，极限身法112，极限体魄126，极限护甲139，极限耐力99，极限念力69，技能烈火9刀。可我心里也清楚，不过就凭借他们4个觉醒者，想要在狼群的包围中击杀狼王，几乎是痴人说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力量悬殊太大。刀劈乾坤！少卿大喊一声，一个跳跃，迎头劈向比他还高的疾风狼王。狼王抬起身子，伸出巨大的狼爪拍来。少卿这一刀被挡下，但狼王前爪也被划出一道孔子，流出鲜血。狼王后退了一些，眼神变了。附近几只疾风狼也掉头，直奔少卿。支援连长！远处有人加紧步伐冲过去。狼王盯着爪子上的伤，露出凶光，张开血盆大口，又向少卿扑来。少卿腾空跃起，连连挥刀，可在空中无处借力，险象环生。狼王巨爪横扫时，少卿用刀在巨爪上借力，扑向一边。他躲过爪击，却被爪风波及，落地翻滚后停稳，半跪在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少卿抬头惊呼，又翻滚躲开。狼王的前爪拍下去，要不是他发现的早，差点被拍飞。他心里悲愤，像是要交代在这里。就在这时，远处道路上3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眼中。或许我们有救了。我看着少卿和疾风狼王缠斗，村里也打成一团，心里有了出手的打算。狼王的数据出现在我眼前：种族疾风狼，境界高级兽兵，体长6米，肩高3米，体重5 new 7.5 ima，极限力量313，极限身法158，极限体魄209，极限护甲188，极限耐力138，极限念力65，技能铁齿铜牙，凶猛拍击。这数据也不高吗？除了一个力量达到了高级兽兵级的实力，其余的真的也是太垃圾了。我又默念，不过这对于少卿这家伙来说，终究是不可战胜的。毕竟无论哪方面都是碾压级啊，想要逆风翻盘，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我心里一笑，不是狼王太弱，是我不一样。小芳在一旁急得不行，拉着我说：“丫头，这救人也好，做事也罢，都讲究一个细节化。雪中送炭的事情我们固然要做，可却也要恰到好处的去处理。你需要去把握其中的时机，为时出手帮助他们是固然的，可今后你是要生活在安全区中的。恩出于上，人情这个东西，用一次少一次。如果为师现在就出手，固然能够救下他们，可这份帮助之情就显得分量没那么充足。他们都会以为你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但是如果在他们心生绝望的时候，我们3个在关键时刻加入战局，帮他们解脱出来，那又是另一份感激之情。而这份重情，在将来你某个无形的关键时刻，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明白吗？”小芳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却抱着我说：“师傅，您说的这些，我听的似乎是那么回事。可这些大哥哥们都是我的族人，是保护我们家人的人，难道就让我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这些群狼给撕裂，惨死于他们的嘴下，拿别人的生命来做自己的人情赌注？我宁愿不要。您不是说提升实力就是为了护卫自己想保护的人吗？那怎么还计较这么多？您现在就出手救救这些大哥哥们吧，算是徒弟求您了。”我摇了摇头，他太天真善良了。可我也明白，我看中的就是他这点。好吧，既然你都如此说了，那我们现在就出手吧。我们3个出现在村子外的路上，村子一下安静了，狼群和军士都感到一股威压。是他们，附近的军士很快认出我们。小芳在，就说明是上次击杀侏罗兽的那一伙。熊大和小芳配合，去杀那些初级兽兵的疾风狼。我直接冲进村子中心，对疾风狼王动手，狼王被我瞬杀，其余疾风狼在我的威压下要逃。可战士们追了上去，熊大也跟着追，他知道能带回不少尸体。小芳收了飞刃，来到我身边，少卿拖着狼狈的身子过来，说：“多谢3位的解围，这次我们又欠下你们大大的人情了。”我点头，让小芳传话：“不客气，我们又见面了，真是缘分啊。”
简单交流后，我才知道他们来这偏远地方是为了遗迹。少卿也没隐瞒，还提到遗迹里可能更危险，他邀请我们一起去。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毕竟我也好奇，所谓的遗迹里会有什么东西。远古遗迹，这就是最近我们对新发掘出来的几处地下遗迹的称呼，它们的大小规模都不一样，且其中出现的物体也各不相同。目前来说，这些小型遗迹里有用的东西不多，且作用不大。但是有了之前的探索，我们坚信这一次的大地震，新出现的远古遗迹绝对不止这些，甚至可能我们发掘的这几处还算不上真正的远古遗迹。熊大跟着追击疾风狼群的士兵回来后，大家就在村子里安营扎寨。天色到了傍晚，不适合去情报里那处遗迹，而且夜里异兽更占优势。少卿他们决定明天再去。我盘在一间屋子前的平地上，听少卿讲他们离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最主要是这些遗迹的来历。哦，你是说这些所谓的遗迹，或许只是简单的远古藏宝处，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我让小芳把这话问给少卿，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一句话，越是凶险的地方，有遗迹的真实性越高。毕竟里面的东西不仅对我们人类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对你们异兽也是一样的。但凡是个有智慧的生灵，就会霸占这种神秘之处。少卿接着说，上次别的连队有一个幸运儿在野外护送难民，安营扎寨后夜出方便，不料意外的一脚踩空，掉进了一个洞穴中，且没有人发现。等第二天大家寻找他，大半天后无果，不得不放弃寻找，离开了那个地方，护送难民回到了安全区。可是没想到的是，就在几天前，那家伙却忽然回来了，且实力大增。询问他具体原因，就是在里面服用了一枚特殊的补子，然后全身就遭人难耐，最终陷入了昏迷。等他苏醒过来，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最终硬是凭借着他那身意外得来的实力，在荒野里杀出一条血路，安全的回家。这就是远古遗迹的一种，是灵气复苏之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地方。而现在，这样的地方在随着上次大灾变中的超级大地震纷纷出现。所以，对于这些奇异之所，安全局给他们安排了统一的名字——远古遗迹。我点了点头，这些地方的东西我也亲身经历过，一夜很快就过去。我知道了一些自己想要知道的信息，对这个世界也更清楚。清晨太阳升起，有我在，加上下午那一场消灭战，附近异兽不敢靠近露营的位置，战士们休息得不错。他们吃了狼肉，就开始向村子里那道巨大的裂口走去。我也吞噬了处理后的疾风狼，跟着少卿他们，带着小芳和熊大一路前行。很快，我们来到裂口前，这是一座近乎100米的山崖，山崖下是农田，此刻到处狼藉。农田里有一道数米宽的裂口，深达10几米，绵延近100米，最后到了山崖之下。山崖岩壁上有塌方，裂口的位置还有一个2、3丈高的大洞，黑黝黝。好古怪的洞窟。我用天眼地图，很快就明了了这洞窟2公里内的情况。